为什么带兵围剿镇国公府，杀我夫君的会是你们？谢家意图谋反，沈家奉旨平判。奉旨？谢玉京连兵权都交给你了，你竟还要赶尽杀绝！死绝的谢家，顾着兵权才拿得安稳。兵权，好一个兵权！他要兵权，你们就拿亲生女儿去换富贵！亲生女儿？我沈家从没有你这等低贱血脉。你说什么？你就是个鸠占鹊巢的野种。你亲爹不过是个农户，莲儿才是沈家真正的血脉。既然早就认回了他，为何还要瞒着我？是因为你那一身医术能治好莲儿脸上的胎记，留你占着嫡女名分，是为了让你替她嫁入谢家送死。如今谢家已除，你该把位置还给莲儿了。沈家拿我的命去铺富贵路，不怕遭天谴。若有来生，定要你们百倍偿还，不得好死！姐姐，多谢你教我规矩，教我怎么当太子妃，更谢谢你用医术治好我的脸。现在沈家嫡女太子妃，一切都该归我了。哎呦，大小姐可是梦魇了！不怕不怕，咱们到家啦。自从您9岁那年送去山里学医，在外头整整吃了6年的苦，如今可算是回来了。是啊，整整6年了。自从9岁那年带着前世的记忆醒来，我无时无刻活在这场梦魇里。我在木仙山步步为营，暗中查清了当年被换的真相，等的就是今天。哎呦喂，大小姐，这冰天姐地的，您怎么跪下了？快起来，仔细冻坏了身子。岁岁，我的乖孙女，怎么一回来跪在地上？程萧成风，还不快把你妹妹拉起来？地上这么凉，冻坏了膝盖可怎么好？岁岁，快起来！是不是外面谁欺负你了？告诉大哥，大哥替你出气。祖母、母亲、大哥，不用了。岁岁当不起沈家的厚爱，到底怎么回事？岁岁，你站起来说。回府途中，我救下一女子，名叫钟莲，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更巧的是，她长得与母亲几乎一模一样。天下容貌相似之人何其多，你就为了这个跪在雪地里？先起来！若是容貌相似也就罢了，可我在钟莲身上见到了一枚和我一模一样的百岁锁。这花纹，这刻字，这是当年的原样，绝不会错。母亲，大哥，我根本就不沈家的血脉，我只是一个鸠占鹊巢的人。那个钟莲才是你们真正的至亲血肉啊！这怎么可能？前世你们怪我占了沈莲的人生，这一世我主动把她找回来。我看没了我的医术，你们还会不会把那个面带黑斑的丑八怪捧在手心？胡闹！谁让你擅自派人去把那个孩子接回来的？简直是愚不可及！老爷这话怎么让我听不明白了？难道您早就知道？知道又如何？岁岁如今出落得亭亭玉立，更是木仙山圣医的得意弟子，仪态万方。你对这样一个完美的女儿有什么不满？非要把那个多余的人找回来？老爷夫人，人接回来了。既然接回来了，你自个儿去见见他，看过了之后再说吧。这眉眼错不了，是我的亲骨肉。好孩子，让母亲看看你。母亲，别过来！你别过来！老爷，他脸上的那东西是天生的，所以是你亲手把孩子换了。家族全指望这女胎延续凤后之位，可她长成这副模样，我怎敢交差？而安林村那个农户的孩子，足月出生，白嫩聪慧，那样的品貌，才配做我们沈家的嫡女，未来的太子妃。
可莲儿才是我们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不必再说了，既然你非要把人接回来，对外就宣称他们是双生姊妹。沈莲自幼体弱，一直养在庄子上，今日才回府。至于沈婉，她依旧是我们沈家的嫡长女，未来的皇后。谁敢泄露半个字，我绝不轻饶。前世我直到死都以为是亲生父母贪慕虚荣调包了孩子，原来一切全是你沈正一为了家族全权的一手算计。双生姊妹继续让我做嫡长女，好啊。沈妹妹，自你9岁离京，咱们有整整6年没见了，孤方才害怕认不出你，没想到你这眉眼竟和京夫人一模一样。见过太子殿下。今日是你及第，这只9尾凤钗是母后特意嘱咐孤送来的，乃历代太子妃信物。待及第礼后，母后便会正式定下你我的亲事。认错了又如何？太子妃之位本来就是我的。谢太子殿下。你们为何只顾着自己玩闹，却不与沈婉妹妹一块玩？今日她才是家宴的主角。太子殿下，臣女们一直都在跟沈小姐一块玩啊。太子表哥，好久不见。我就是沈婉啊。你是沈婉？那她是谁？太子殿下，太子表哥误会了，她是臣女的双生妹妹，叫沈莲。从来没听过沈家还有个二小姐啊。妹妹自幼体弱多病，一直养在外面，今日才回府呢。大家以后可不许欺负她哦。莲儿妹妹当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颇有沈夫人的端庄秀雅之姿。这子虽美如牡丹，却太过世俗圆滑，到底不如莲儿这种濯清涟而不妖的性子更惹人怜爱。前世你初见她时，她脸上的胎记已被我治好，你痴迷她的假才学，沉醉她现学现卖的贵女做派，倒也罢了。没成想这一世，她这般唯唯诺诺的模样，竟也能成你眼中的君子兰，真是快把我逗死了。沈大人好福气，一株双拼莲，长女如高岭之花，次嫡女如皎月温软，何不趁此机会向众人宣布沈家二女的风采？长女沈婉在外学医6年，复读4书5经，精通药理和医术，习得世家礼仪，上马能骑射，下马能执笔。婉姐儿，还不快向太子殿下行礼？孤方才已经见过婉儿表妹了，婉儿表妹的射术的确精湛，倒是莲儿表妹独自一人立于屋檐。听婉儿表妹说，莲表妹自幼体弱，一直被娇养在庄子里。看来婉儿已经和太子殿下说过莲儿的事，实在是当年微臣与夫人也没料到这一胎竟是双生花。只是莲儿生下来时身子骨太过娇弱，无法长途跋涉随我们回京，便留在附近的庄子。这10几年来，汤药断断续续，不曾断过。我没有病啊，我也不常吃药，我身体健康的很。父亲是说，妹妹在庄子上养好了身子，如今身体康健，无需再用汤药。莲儿妹妹这身子，纵使是养好了，也还需再多养一养。女子一便是一朵娇花，疏忽不得。是，太子殿下说的极是。那不是府正真府的谢小公爷吗？他竟然也来参加沈家宴了。谢玉简，再过不久，你便会奉旨前往怀州办案，却在半路惨遭暗算，失踪半年。正是这失踪的半年，让沈家长子接替了皇城司都督一职，谢家失去权柄，才成了后来大婚之日任人宰割的鱼肉。参见太子殿下。谢慈，你可来晚了，待会儿要罚酒。应该的。太子殿下，关梅亭已备好戏曲，不如移步去那边坐吧。如今你与他只是陌生人，你要做的是帮他避开怀州的死局，改变谢家的命数。姐姐，我有话想和你说，我们能不能去那边聊聊？好啊。姐姐，你能不能把太子殿下让给我？姐姐，我知道父亲想把你送进东宫，但方才你也看到了，
父亲为了衬托你，故意在太子面前贬低我。幸好太子殿下眼明心亮，他亲口允诺，回宫后便商议接我入宫。他要娶我当太子妃。姐姐既然是个识大体的人，就把太子殿下让给我吧。凭什么要我让给你？姐姐看不出来吗？太子殿下根本不喜欢你。姐姐这么美，就算不当太子妃，也能嫁个家世顶好的。你看，那位镇国公府的小公爷，他也在看姐姐呢。你何必自寻苦楚？强扭的瓜不甜。若是姐姐我偏不让你。既然妹妹这么喜欢太子，待我嫁入东宫，便由我做主，许太子纳你为妾。谁要做妾？这就受不了了。你拿什么跟我比？就凭那区区一枚九尾凤钗吗？你知不知道皇后姑母每年都会送凤翼珠钗到我衣门下，接你回省生活了10天半个月，就忘了自个儿是从哪里爬回来的。你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丑东西！只要毁了他这张脸，他就跟我一样是个怪物。知道当年爹爹为何把你扔在庄子上吗？我告诉你个秘密，因为你长得实在太丑了，让他觉得恶心。老夫人，不好了！二小姐在九曲廊把大小姐推下水了。无事，惊了只夜猫罢了。诸位继续用席。婉儿现在何处？谁把她救上来的？已经送回琳琅阁了，是谢小公爷跳进冰湖里拖上来的。在场还有谁看见？老夫人放心，当时无外人。谢小公爷急其识趣。今日是你们2人拼死将大小姐救起的，与旁人无干。若敢走漏半点风声，毁她清誉，我绝不轻饶。不要碰我，我自己会走的。放开我！你们这些下贱胚子，凭什么抓我？闭嘴！吵死了！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不知死活的蠢货？老夫人，夫人，二小姐当真是疯了，竟当众说出不知羞耻的话，羞辱大小姐。你胡说，明明是她羞辱我。他说了什么？回老夫人，二小姐逼迫大小姐，她把太子殿下让给她，这也叫羞辱。太子殿下本来就喜欢我。大小姐好言相劝，说婚姻之事全凭家主与夫人安排。二小姐却反唇相应，说家主偏心，说满园的世家公子都对大小姐生出爱慕之情，大小姐不缺男人，就该把太子让出来。说完这些，二小姐便突发恶心，将大小姐狠狠推入冰湖。难道我说的有错吗？太子殿下亲手送我凤钗，他喜欢的是我，根本就不是沈婉。混账东西！世家贵女哪里养得出你这种勾鸾院里的谄媚之语？偏你不知廉耻的说得出口，还敢在婉姐儿面前大放厥词，简直污了我婉姐儿的耳朵！惊世，这就是你执意要从庄子上接回来的沈家嫡女？你看看她这副野蛮粗鄙的作态，哪有半点大家闺秀的风范？你想让沈家100年的基业全败在这个蠢货手里吗？我什么模样还不是你们沈家给的？是你们要把我接回来的？难道是我求着你们接我回来的吗？畜生，你快跪下和你祖母道歉！凭什么道歉？沈婉能被娇养长大，我却流落在外。要道歉，也该是你们沈家给我道歉。香儿，快把她送出府！我没这个女儿。娘，不要把我扔了，我不走。拉开他！哥哥救我！我是你嫡亲的妹妹啊！放开他！老大，不能留他，他差点害死了婉儿。祖母、母亲，我是来告诉你们，太子殿下执意要选二妹妹做太子妃。选他？太子是瞎了眼吗？父亲正在极力游说，先把他关进院子禁足，
等此事尘埃落定再行处置。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尚书府嫡女沈莲品貌出众，秉性端淑，赐婚太子为太子妃。老夫倾尽全族资源培养出的完美嫡长女，太子竟视而不见，最后竟选了那个不识半点礼数的丑东西。尚书大人，夜深了，殿下已经歇下了，您有什么事儿明日……太子殿下，请您杀了微臣吧！舅舅，你这是何意？二女儿沈莲自幼失教，行粗鄙不识礼数。她若入主东宫，日后定会军心大怒，株连沈氏九族。请殿下赐臣一死。够了！孤今日在沈家亲眼所见，她知礼温婉，比沈婉那个跳脱的张扬性子好上100倍。孤知道沈家想把沈婉塞进来，孤从你家出来，就去父皇那儿求了圣旨，断了你们的念头。怎么，沈大人莫非想抗旨？罪臣不敢。夜闯东宫，是沈婉在那儿哭天喊地逼你入宫的吧？孤告诉你们，孤此生绝不会娶沈婉，你们大可早日为她另寻高门，莫再肖想东宫。殿下，当真要沈莲为妃？孤心意已决，她是孤选的人，无论什么样，孤都会亲自调教。请回吧。沈大人这也偏激的太过了，竟为了沈大小姐连夜闯宫。沈婉，孤倒是小看你了，为了这太子妃之位，竟能逼得父亲入宫以命相携，这般心机深沉的女人，简直令孤作呕。给孤宽衣，孤要去见父皇。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尚书府嫡长女沈婉温婉端庄，镇国公府嫡长子谢慈英勇善战。兹指婚2人，珠联璧合，则良辰完婚。婉儿和谢玉锦，太子的圣旨刚把那个丑东西捧上天，皇上后脚就把婉儿许给了谢家。沈家这到底是福是祸？婉儿，宫里连下2道圣旨，你妹妹成了太子妃，而你被指给了谢家。爹爹、祖母，这是天大的喜事，无论殿下选谁，只要是咱们沈家的女儿就够了。妹妹流落民间，本是我占了位置。爹爹放心，至于她脸上的胎记，婉儿会尽会信毕生所学，她医治。可以治。婉儿曾在木仙山医门翻阅过一本古籍，上面有个方子，可做成一块极薄的药膜，贴在脸上，能完美盖住胎记，与常人无异。那可能彻底根除？不能，此药膜只能解妹妹面见皇后的燃眉之急，且里面含有大剂量麝香，用久了恐有绝嗣的风险，必须由专人严格看管。婉儿身子已无大碍，打算明日就启程回木仙山，向师父求教根除胎记的法子。婉儿终究是被夺了太子妃之位，怎么可能没有怨气？万一药魔里她动了手脚，毁了沈莲的生育之能，太子绝不会放过我们沈家。父亲的意思是，今夜宵禁前，你亲自送沈莲上木仙山求医，绝不能给沈婉插手的机会。大小姐料事如神，大公子果然带着二小姐连夜出城奔木仙山去了。老爷这是防着您加害二小姐呢。沈正一啊，沈正一，你自负聪明，却不知木仙山正紧挨着怀州府。我这盘棋可从来不是为了沈莲那个蠢货摆的。沈莲大哥，你们这一趟就替谢玉锦去鬼门关里趟趟吧。你落了水身子没好全，便让你大哥直接带着你妹妹去木仙山了。你今日就陪娘上普华寺祈福。好，那我便陪娘上普华寺走走。你先去陪你祖母用早膳，我去安排马车。好，娘亲。臣女参见太子殿下。沈大小姐，孤知道你的心思。什么？过去15年，沈家所有人都围着你转，如今没有得到太子妃之位，心里不平衡，孤能理解。收起你这副幽怨妖宠的眼神，少在孤面前暗送秋波。殿下若是眼疾犯了，就早点回宫看太医。放肆！你少在这里欲擒故纵。孤以前不经人事，说了一些让你误解的话，你今后莫要当真。孤和莲儿的亲事已成定局，孤不想让莲儿误会。哦，哼。
徒儿，你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吗？太子殿下，臣女不知哪里又惹得太子不快了。别跟着姑。行。外祖母，这里没有外人，无需多礼。姑今日来，是母后想见见莲儿表妹，特意来接她入宫的。殿下，莲儿昨夜旧疾发作，程潇便送她去木仙山寻李仙衣了。不如让婉姐儿先入宫谢恩。木仙山，那不是婉表妹所在的医门吗？是啊，李仙衣正是婉姐儿的师傅。外祖母，你们怎可瞒着姑，贸然把莲贝妹送出京城？姑这就带太医去木仙山接人。快，婉姐儿，你快去想办法拦下太子。祖母莫急，随女这就去。真有心机，哄骗家人将你妹妹送到你的地盘。你以为姑不知道你那些暗杀手段？姑告诉你，若是莲儿出了什么意外，姑绝不可能娶你。你趁早死了这条心。那殿下还不赶紧快马加鞭去追？去晚了，说不定连心上人的面都见不着了。你和谢玉金的婚事，姑会让母后早日定下，绝了你的念想。出事了！押回京的江家嫡耀子江林逃了。怎么逃的？御林军中有内应，但他正中要害，跑不远。你派人去接沈莲，姑亲自去抓江林。娘亲，这些官兵像在找什么人？是叛贼之子江林在回京途中逃了，御林军正在搜山。妹妹莫怕，有二哥在。江家3代男儿用血肉之躯镇守南疆白虎关，太子觊觎兵权，竟诬其投敌叛国，满门抄斩。江氏一旦绝后，下一个便是镇国公府谢家。婉儿，跟紧娘，别乱走。兄，老二，你带你妹妹去后山扶持祈福，我去找大师姐签文。记住，绝不能离开你二哥半步。我知道了，娘。此前大凶，求大师解签。彼岸花开阴阳界，故者回头望人间，向前便是炼狱深渊。如今佛魔降临，必有大灾大难。大师，若这是一捆死结，将这死结斩断呢？一切皆有因果，你斩断了，因还在哪儿，结果都是一样。贫僧再劝施主一句：万恶生仇，从善得道。十二公子，太子殿下正到处找您。我知道了，我先送我妹妹回大殿。太子急召，片刻耽误不得啊！二哥哥，太子找你定是10万火急的要事。我投完铜板后，便带丫鬟回去找娘亲，你不必送我。可是母亲让我寸步不离，寺里进了贼人，我不放心。那我这就走，哥哥早日抓到贼人，也好还佛门清净。确定贼人逃进寺内了？确定。请二公子速回上京，调禁军搜山。大师，方才那位解签的夫人，如今在何处？多谢大师。师傅，刚才那位夫人不是在禅房听无名师叔诵经吗？阿弥陀佛，他要找的人不在那边。花荣、花锦，你们在门外守着，我要进去找几本经书抄给祖母祈福，任何人都不可放进来打扰我。是，小姐。偌大的藏经阁被太子的走狗毁成这样，看来江林手里有太子势在必得的东西。横向18，中西18。
谢小公爷，我是来救他的。江六公子唇色发紫，箭头有剧毒，且正中心脉，外面全是太子的人，你短时间内根本带不走他。外头的郎中解不了这毒，但我手里正好有解药。是太子派你来的？是。你不怕我杀了你？怕呀。你方才问我是不是太子派来的，我若说不是，小公爷铁盾不行；我若说是，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何现在门外没有御林军，只有我的2个丫鬟？我在南疆学医时，曾随师父下山救治战乱士兵，却不幸遭遇悍匪劫持。当时江家军7、8成兵力全在主战场死守商国疆土，伤亡极其惨重。江老侯爷接到我们被劫的消息时，自己已断了半臂，可即便身负重伤，他依然带了1万人踏平山寨，把我和师父从土匪窝里救了出来。江老侯爷是我和师父的救命恩人。黑风岭一战，我和师父进了军营做军医。谢小公爷，你长在上京，一定没见过赤焰破江，侠印天榜，尸骨成山，血肉成河。纵然战至最后一人，江家军也不曾退缩半步。如今他们却被按上投敌叛国的死罪，我怎会信这种混账话？只怕是什么？太子殿下！可惜，我信得过你的医术，却信不过沈家的人。你们大小姐在里面干什么？把门给我撞开！得罪了，沈小姐。小公爷，我若不在外面挡着，谁也活不了。当真是有心机，故意追到普华寺，摆出这副姿态来吸引姑的目光。这字是你写的？是呀，太子表哥，给你瞧瞧。你好好说话。姑问你，姑方才看到谢玉静往藏经阁方向而来，你看到他了吗？臣女。看到了。太子殿下可是要找谢小公爷？大小姐在哪里见到了谢小公爷？就在来藏经阁的路上，他好像身边还带着一个人。如实说来，此人乃朝廷重犯，若有半点隐瞒，视为同党。臣女没看清那人的模样，只看到谢小公爷扶着一个小僧，那小僧似乎病得很重，软绵绵地靠在小公爷身上。臣女本想打招呼，但小公爷见了我，便立刻带着那小僧往斋房的方向去了。披发换僧衣，难怪搜不到人。去斋房搜。是。太子殿下，奴才把沈二小姐接回来了，安置在了禅房里。可请了太医看她的旧疾。罗太医说，二小姐身子并无病疾，比奴才还要健康100倍呢。没病？那沈家连夜把她送走，果然是你在捣鬼。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还敢说不是你做局送走莲儿的？姑最后一次警告你，休想再动她！太子殿下，你就那么喜欢臣女的妹妹吗？姑不喜欢满腹算计的女子。你纵有嫦娥之貌，却长着一颗蛇蝎毒心。若敢再动莲儿，姑定让你滚出上京城！哼！参见太子殿下。莲儿已是姑的准太子妃，你们沈家竟为了偏袒沈婉那个毒妇，要把莲儿打发出上京。殿下明鉴，微臣绝无此意，微臣只是想带妹妹去求医。不必解释了，母后想见莲儿，这段时日，姑会直接将莲儿接进宫中，留在母后身边学规矩。进宫？
完了，若皇上和皇后看到他脸上那夜叉般的胎记，那是欺君之罪，沈家要被满门抄斩了。莲儿妹妹，你在沈家受苦了。殿下别过来，莲儿旧疾发作，怕将病气过给殿下。你不必在姑面前装了。太子殿下，我没有想要骗你。你别怕姑，姑只是气你，不该为了躲避沈婉的欺凌，就和家人合伙装病骗姑。姑既然选了你，绝不会因为你身子弱就嫌弃你。原来他没发现我的胎记。姑知道你在沈家不容易，姑今日就接你入宫，等到大婚之日，你再回沈家出嫁。入宫学规矩，这斗篷能遮一时，怎么可能在宫里遮几个月？我绝对不能进宫。殿下，我想先见大姐姐。夫人，大小姐在那儿。怎么就你一个人？普华寺到处都是官兵，我不是让你寸步不离跟着你二哥吗？娘，二哥被太子唤去搜山了，我路过藏经阁，顺道给祖母抄写了几份经文。娘，大姐姐，太子是疯了吗？怎么把这催命的丑东西接回来了？臣妇见过太子殿下。莲儿有话同你说，你们二人去对面那座翠波亭。莲儿莫怕，姑就在这儿盯着，你过去吧。大姐姐，我们去亭子聊吧。好啊。岁岁，如今全家人的性命都系在你一人手上，一定要渡你妹妹过这道鬼门关。沈夫人，你有什么话不能光明正大的说，非要背着姑跟她咬耳朵？娘，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看妹妹的。彼岸两生花，画一佛一魔，手持万魂帛，落笔满门哭。一佛一魔，沈家不能就这么完了。姐姐，太子殿下要接我入宫学规矩了，那就恭喜妹妹呀。不是的，姐姐，我没有要炫耀的意思。哎，妹妹，你可千万别在这儿哭，若是哭花了妆容，吓着了亭子外面的太子殿下，那可就不好了。我听大哥说，大姐姐能制出一种药膜，贴在脸上便可隐去任何疤痕胎记。姐姐，你帮我制这药膜吧。殿下要带我入宫，我若这样进去，绝对会被人识破的，到时候全家都要背上欺君之罪，轻则流放，重则杀头啊！那可不行。姐姐，为何不行？大哥难道没告诉你，我那药膜若是用多了，容易绝嗣吗？姐姐，我真的很喜欢太子殿下，我不能失去他。大哥说短期用无碍，姐姐一定要帮我，我不能失去太子殿下。莲儿，你求他做什么？太子殿下，皇城司接密报，寺内藏着大辽细作，伪装成僧人。微臣特意便衣捉拿，没想到蒋副将竟带着御林军，要从微臣手里抢人。太子殿下今日大动干戈，也是为了找这细作吗？你帮蒋副将做什么？微臣合理怀疑，他与大辽细作是同党。去你娘的细作！你别让老子出来！你蒋青是姑派来捉拿从犯的，你放了他！待微臣向皇明调查，若蒋副将当真无辜，微臣必定登门道歉。带走。沈夫人，微臣今日离家，父母将祖传之宝交托于我，嘱咐务必当面交到沈大小姐手上，可否借一步与令仪说几句话？麻烦太子殿下和沈二小姐把这亭子借微臣用一用。
先和另一个男人独处。太子殿下，你莫要被这个女人的外貌迷惑了，小心牡丹花有毒。这脑子有病吧？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多谢太子殿下提醒。小公爷，多谢。听闻你擅长剑术，这是我家老爷子非要我送你的。你若不喜欢这等凶煞之物，功太沉，太贵重，可否换一样信物？这是我的定情信物。谢家商行的令牌，谢氏铺子里的东西，随你挑。谢小公爷是打算用整个家当来聘娶我吗？真别说，让你猜中了。既然如此，那我定不客气，就当是今日的诊金了。殿下，蒋新贵手里有御林军的把柄，若是被谢玉锦撬开嘴，对沈家和殿下都极其不利啊！我绝不会给他查下去的机会。父皇正为怀州府海盗之事烦恼，孤回宫后便上奏将谢玉锦调去剿匪，提前在怀州府布局，孤要谢玉锦有去无回。怀州府盗匪横行，杀人放火好时机，望君保重。冰肌玉骨，明眸皓齿，娘亲，您看看妹妹如今这张脸，可还令您满意？太像了，夫人。二小姐这模样，简直把您的美貌全继承了，和您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娘，我这样子可以入宫了吗？好孩子，娘陪你入宫，去见皇后娘娘。沈夫人，太子殿下要启程回宫了，不知夫人这边准备好了吗？李公公已经收拾妥当了。殿下发话了。二小姐身子弱，就坐殿下的马车入宫，殿下亲自骑马护送，奴才这就领二小姐过去。莫怕，有娘陪着你。上了马车，娘再细细教你宫里的规矩，绝不会让你出半点差池。岁岁啊，过2日你也要入宫给皇上皇后谢恩，今日你就先回府歇息，娘回头再专门陪你一块入宫。皇后娘娘懿旨，娘娘说了，既然太子殿下要接沈二小姐入宫，不如叫沈大小姐也一块儿去。娘娘已命御厨备好了晚膳，请2位小姐一同伴驾。岁岁这一去，莲儿的风头岂不是全被抢走了？母后定是故意的，现在指不定心里怎么乐开花了。进了宫，不该你说的话，就给姑好好闭上嘴巴。他这是什么态度？方才面对谢雨锦时笑得那般不矜持，怎么到姑面前就装高冷了？哼，姑明白了，他这是在欲擒故纵，想用这种手段重新吸引姑的注意，简直可笑。大小姐，太子殿下以前何曾这般对待过您？怎么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奴婢是怕二小姐那样不识礼数，进了宫还不知会惹出什么祸端，可别连累了大小姐您，花景担忧。连累？怕什么？母亲此刻怕是正在马车里手把手教她呢。可惜啊，规矩这东西可不是3言2语就能装出来的。算了，你也别学了。娘，我哪里做的不够好？我可以改正，我不能失去成为太子妃的机会。短时间内也是为难你了。当初你大姐姐学着规矩，足足花了3个月。你入宫之后，
就死死盯着你大姐姐的动作规范，尽量照着做。你刚从庄子回京，想必皇后娘娘也不会对你太过苛刻。好，我听娘的话。你只要记住，见到皇上皇后要行礼，他们不让你起来，你绝不能起。皇上或是皇后说平身时，必须先谢恩再起来。这几个要点，切切不能乱。是娘，我记住了。大姐姐，我们一起走。臣女给皇后娘娘请安，皇后娘娘万福。婉姐儿，快到姑母身边来，姑母有许久未见你了。是。娘说了，皇后不叫起，绝不能起。皇后刚才没叫我过去，我是不是就不能动？对，不能动。免礼，谢皇后娘娘。这蠢货在干什么？这位莫非就是沈家刚接回府的沈二小姐？皇后姑母，那的确是臣女的妹妹，单名一个莲字。起来吧。皇后娘娘许你平身了，快向皇后娘娘谢恩起来。谢皇后。烂泥扶不上墙的蠢货，简直在把沈家的脸面放在脚下踩。皇后娘娘，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刚才蹲太久了，腿发麻。看来沈二小姐的规矩得好好学一学了。我会的，我一定会学好规矩给娘娘看的。二小姐，在娘娘面前，你要自称臣女，回话要先说回皇后娘娘，绝不可自称你或是我。够了！皇后娘娘息怒，都是臣妇未曾严加教导。此次回府，臣妇定将她重新教好。皇后姑母请息怒。当初臣女学宫规，也将学了3个月才成。臣女相信，若有姑母的人亲自调教，定能让妹妹飞速成长。人非圣贤，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通天的本领。您说是不是？起来吧。婉姐儿及笄时，本宫少备了一份及笄礼，如今是给你补上的。臣女谢姑母赏赐。这步摇比太子殿下送我的9尾凤牙还要华贵拜，凭什么是他的？本宫罚了，管姑姑送沈夫人离宫。娘，皇后娘娘不是说要留我们用晚膳吗？怎么就走了？娘，你为何打我？我为何打你？我都按照娘说的去做了。娘说，只有皇后娘娘说平身，我才能起身。皇后一直没说平身，我怎么敢起？这能怪我吗？我不知礼教在殿前失仪，难道不是你们造成的？你在说什么？我说这都是你们的错！你们把我扔在外面15年，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我跟着养爹走街串行，街头卖唱，从未有人教过我什么世家礼仪。而大姐姐呢？她霸占着属于我的一切，享受着最好的礼教。我若有她那样的好生活，我也能行走端庄，我也能成为皇后喜欢的贵女。闭嘴！你这个蠢货！是，我是蠢货。那你接我回来做什么？倒不如让我死在外面！你看看我穿的是什么，全是大姐姐不要的破烂。再看看她，屋子里堆满了金银首饰。田儿，我就算把婉姐儿的一切都给你，你也做不成她那样的人。娘怎知我不能？太子殿下呢，他能看上我，为何就没看上大姐姐？人贵在自知。若太子知道你脸上的东西，他可还会喜欢你？
礼数可以学，可这如影随形的胎记……娘，你帮帮女儿！大姐姐医术那么厉害，她一定可以治好我的脸的。好，那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从明日起，你的一切用度全按你大姐姐的来。她几时起几时休息，上什么课学什么礼，都必须跟她一模一样。你只有3个月的时间，学得成便能生，学不成便只有死了。大小姐，夫人和二小姐终于消停了。奴婢刚才看夫人上车时，脸色黑得跟关公似的。大小姐，二小姐是不是在宫里闯下大祸了？这才只是个开始呢。前世金妙仪也请了宫里的教养嬷嬷，可沈莲资质太差，把人硬生生气走了。这辈子若没有我在她身边言传身教，帮扶提携，且看她沈莲在京城的贵女圈里能走多远。目标中保护，全速前进！这么快要去怀州府了，我塞在锦囊里的纸条，他到底看到了吗？停下！快停下！大小姐，你可撞上了！我没事，怎么回事？大小姐，马彻底失控了，拉不住了！大小姐，你要做什么？外面太危险了！北门外有一处断崖，若不稳住车身，我们所有人都要粉身碎骨。那我们该怎么做？死死不稳！大小姐不可，快往后拉！你这样松开绳子，马会跑得更快的。越用力死拽，马就越受尽癫狂。前面就是悬崖了，放松束缚，让它顺着本能跑，车身才不会翻。给我稳住！解连珠弩一用，别追，先救人！督主，坐稳了，要不要下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多谢你的万魂弓。沈大小姐果真骑射精湛，这把弓很适合你。它不适合我，你拿回去。那么，沈大小姐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我给你留的字条，你看到了吗？你还留了字条？没有啊，你给我写了什么？既然督主非要我亲口说，那便听好。太子与沈承霄已在怀州府设下陷阱，只等你带人过去，便在海上设套杀你，让你有去无回。那你呢？我？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总不能是我家老爷子也对你有恩，你想救我？木仙山修医也修道，无君子则道不举。我知道沈家的人不值得信，你信不过我，但留个心眼儿，多提防身边人总无坏处。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这次我信。沈大小姐，多谢你给江离的药。他醒来后告诉我一件事，当年给江家军透露黑风岭地形图，挽救一城百姓的是你。江林让我给你带个口信。什么口信？你兄长沈承霄手里捏着江家长嫂邵氏，他腹中印有3个月身孕，是江家最后的希望。江林想求你救救他。我知道了。有人来了，我该启程了，再见。再见，谢玉姐。夫人有令，务必找到大小姐，务必找到大小姐。停下！大家四处找找。大师姐，终于有任务了，这次你要让我们干什么呀？入上京城，
东西南北制造暴乱。哇，天子脚下呀！不愧是大师姐。我要的不是普通暴乱，以万民为旗，皆恶人奸行，必须把事情闹大，逼朝廷调动御林军入城平乱。一旦御林军出动，营地空虚，你立刻带精锐潜入救人。救谁？江家富饶。北门外有辆沈家的马车，顺手把他给我掀了。明白。怎么回事？夫人，暴民作乱，没法出城接大小姐了，快掉头回府！娘，快救我！保护夫人！你这个恶毒的蠢货！你竟然拿你亲娘挡灾，我差点被你害死，你知不知道？娘，我不是故意的，那些人太可怕了，女儿若是被拉出去，肯定会被撕成碎片的。你也知道会死，那你刚才还推我！怎么伤成这样？家主，北城闻乱民暴动，大小姐的马车冲出城外，下落不明。夫人与二婶的马车被乱民推翻，人也不知所踪了。去调集护卫，找回夫人和2位小姐。沈大人，莲儿回府了吗？殿下，微臣失职，内子与2个女儿至今未归，他们在混乱中被人带走了。微臣正要入宫向殿下借调御林军，莲儿被人带走了。今日他们出府时，姑就该让你多派护卫。他如今身份不同，若有半点闪失，姑拿你试问。沈明，立刻去调御林军入城平乱。可是殿下，今夜怀州府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闭嘴！沈莲是姑的未婚妻，是未来的太子妃，给姑不惜一切代价，保她完好无损的回来。是，奴才遵旨。大师姐，御林军大营翻遍了，没有找到那个叫邵氏的孕妇。是你是李神医的徒儿，婉婉丫头。是我，江老夫人，江陵还活着。江陵希望你们活下去，我会派人继续找邵氏。现在先送你们去木仙山避难。不用了，沈丫头，谢谢你。但我们不能把杀头之祸引去医门。那你们想去哪儿？我们做梦都想回去。我们要用我们的命为江家儿郎伸冤。你们想以死明命，去状告谁？告太子！匹夫汉树，江家落到今日这般地弊，你们以为皇上不知道是太子干的吗？江家在南疆功高寨主，为何这么大的勋交家族，连押解回京重审的流程都没有，就直接在江府满门屠戮？因为影响太大，上面的人想快刀斩乱麻。你们这样去告太子，还没走到宫门，就会被暗杀在街头。难道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江家死得冤啊！这天道不公！别哭了，大不了我去把太子的头割下来挂城门上。杀一个人容易，但江家叛国的罪名就会彻底作数，遗臭万年。魏姐姐，有办法的。什么办法？再等20日，就是太后寿诞，全上京世家宣族都会去永信宫贺寿。你们写好血书，但记住，绝不能告太子，只能状告太子的走狗蒋新贵与王德全。为什么？告太子，皇上为了保储君，必会把你们全杀了灭口。只有给皇上一个现成的替死鬼担下一切，他为了平息众怒，才会顺水推舟，还江家男儿一个清白。谋算要一步一步来，活下来，才能为死去的人报仇。好，就按沈小姐说的算。沈丫头，现在外面御林军到处抓人，你要送我们去哪里躲这20天？永信宫。如今北城门是何人在带御林军平乱？
太子，还有沈家二公子沈承风。好，派几个人潜伏进暴乱的流民中，把沈二少爷拉下马。我要他一双腿。我的脸！别怕，姑来了。太子殿下，真的太可怕了！二小姐，你快叫人救救夫人！夫人刚才被你硬生生踩伤了脸。太子殿下，方才马车被人翻了，太黑了，我没看清，我不是故意的。姑知道，不是你的错。姑这就去叫你二哥过来救你母亲。啊！我的腿！夫人，二少爷定会没事的，二爷定可以回。娘，还愣着干什么？快请太医为沈二小姐也检查一下。夫人，二公子情况不妙，太医说大腿被踩烂了，血止不住，若要保命，必须立刻截肢。夫人，那还愣着干什么？自然是保命要药，快叫太医截肢。告诉太医，保住沈二公子的性命。如若实在保不住双腿，不可！太子殿下，求您开恩！沈凌，大小姐在哪里？夫人，大小姐的马车冲出城外了，属下正派人去找。求殿下再多派些御林军，找回婉婉。她是李献一的徒弟，太医保不住的腿，她一定行。娘，若因为等大姐姐而丢了性命，那才是得不偿失啊！二哥哥只是没了一双腿。你闭嘴！夫人，老爷回来了。老爷，快把人婉婉找回来！凤儿的腿要截肢，岁岁一定有办法的。你痛不痛啊，大小姐？放心，这手能养回来。大小姐为何要弄伤自己？何勇，安陵村人士，原姓顾，名景安。15年前，沈正一为了抢走刚出生3天的顾家女儿，强行冲入顾家，毒哑了那对善良的夫妻。大哥，我说的对吗？大小姐认错人了，马车已经修好，奴才送大小姐回府治伤。哥哥，6年前我就知道自己不是沈家女。回沈府前，我早已去安陵村看过爹娘。大哥，我绝不会贪恋沈府的荣华富贵，家仇我一刻未忘，你可愿信我？那我可以唤你一声燕宁吗？爹爹说燕宁安乐，天下皆欢。可以，接下来我们兄妹并肩同行。你的手……没事，沈家的人来了。6年前，沈城在街市纵马，踩碎了二哥顾景洪的膝盖，毁了二哥一生的仕途。今天我断这只手，就是为了拖延时间。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为二哥报仇了。记清楚，马车失控，我们遇见了谢小公爷，我的手是翻车时摔断的。只是马车失控，沈府不会就这样轻轻放过。大哥怕是免不了要受些皮肉之苦，暂时会卸掉你现在的职务。我知道了。大小姐，家主急令，速速接您回府。二公子在城门遇袭，血流不止。太医说，怕是要截肢保命。截肢？二哥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大小姐，您的手摔断了，骑不了马。二哥的情况耽误不得。沈护卫，不必管我，哪怕是爬，我也要回城救二哥。马车已修好，可以走快些。大小姐，您对自己下这么重的手，这又是何苦？何苦？6年前，沈承风当街纵马，踩碎了我亲二哥顾景洪的左膝。我二哥2岁开智，5岁成师，本该是商朝最年轻的榜眼，全毁在他马蹄之下。天哪！可沈家呢？
只派了个破管事，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扔下1两银子，甚至暗中买通黑心郎中，不顾我爹娘磕头哀求，生生锯下了我二哥的左腿。上门讨公道的爹娘被乱棍打住，管事甚至威胁，再敢闹，连二哥另一条腿也一起砍了。他毁了我二哥最耀眼的人设，如今不过是失去了一双腿，又算什么？为什么去了这么久还没有回来？娘，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二哥哥性命难保，不如听女儿的，让太医截了腿，保命要紧啊！沈大人，不能再等了，二公子的脉搏几近于无，现在就算截肢，也未必能救得回来，快拿定主意吧！爹爹，您难道想看二哥死吗？大姐姐马车失控，听说北门外就是断崖，她能不能活下来都未得知，难道要二哥陪葬吗？你给我闭嘴！沈夫人，请你端正态度，她是姑的未婚妻，是未来的太子妃。娘，我也是为了二哥好，博一线生机总比等死强，您为何非要怪我？就按莲儿说的，截肢，这是姑的命令，谁敢干扰太医，按谋害权臣罪论处。大姐姐，你终于回来了！你要是早点回来，二哥哥就不用被父亲截肢了。二小姐，你碰到了大小姐的伤。如此蛮横的恶奴，拉出去杖毙！太子殿下，是臣女的1等中仆，全因护主心切才失了分寸。您若在沈家打杀了中仆，传出去，岂不是告诉天下人，终也是死罪？姑打杀一个婢女，与效忠有何关系？贤士追随人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您如今是储君，若落下一个暴虐之名，让天下贤士寒了心，岂不是得不偿失？婢女臣女自会管教。现在最重要的是二哥的伤。爹爹，二哥的腿真的截了吗？保不住了。都怪女儿回来晚了，若是让我看过，或许还有希望保住。你凭什么能保住？罗太医都说不行。我随师父在南疆当过军医，曾处理过几个被马踩烂腿的士兵。师父曾一点点拼好碎骨，用特制膏板固定。他们中有人现在已能下地自理生活。那罗太医身为院士，竟然连一双腿都保不住，是不是既不配位啊？沈二小姐，是你一直在那嚷嚷着赶紧截肢保命，下官只是提意见，主意是沈家拿的。罗太医息怒，想必我二妹妹不是那个意思。护卫已经同我说了二哥的情况，出血不止，深度昏迷，情况如此凶险，若我师父遇到这么棘手的情况，也定会先保住患者的性命。大姐姐，你师父治的病现在都能走路吗？那罗太医直接把二哥的腿砍了，二哥日后岂不是再也不能参加科上入试了？二儿子是我倾注所有心血，指望延续沈家繁荣的接班人，如今全毁了。家主，夫人醒了，正哭闹着要见您。小女儿不懂事，这一莫怪。长女的手刷伤了，还劳烦太医诊治。老爷，我后悔了，我好后悔！你快把沈莲那个扫把运送走。这世上没有回头路。怎么没有？这是普华寺的大凶之签，我当日就不该留他。你知道马车翻的时候他干了什么吗？他踩着我的头往上爬，他毫不犹豫地踩着我的头，踩着亲娘的头逃命。要不是他在皇后面前示意，我们怎会提前出宫？碎碎的马车怎会失控？我的风儿，我的大好前程的风儿，怎会为了救我们失去双腿？全是因为这个扫把星。够了！皇命不可违，太子盯得那么紧，沈家什么都做不了。他不知礼数，不但不能送走，还要亲自把她变成世家贵女。当初怎么培养的岁岁，就怎么培养她。那个泥腿子长大的野丫头，我怎么教得会？让沈莲搬去岁岁的院子，让他们同吃同住同睡一席。岁岁这个标杆亲自给他做示范，我就不信他学不会。
前世你们竟是这般算计，我被蒙在鼓里，手把手教他，最后他却窃我诗文，踩着我成了太子的白月光。你们害我母亲父兄长惨死，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谁？大哥，是我。你怎么来了？这里太脏，快回去。脱了，我看看伤。男女有别，妹妹，你把药放下，我自己来。神父拜高踩低，你被贬到马厩，哪个下人会好心给你上药？我不能离开太久，快脱！这些旧伤，之前上战场留下的，不碍事。大哥，你该回家了。我想留下来，你想报仇，我能帮你杀人。不，你留在这儿只能任人拿捏，而且看我的亲生哥哥睡在这种地方，我会心疼。听我的，回家。好，我听妹妹的。沈征一直想要斩草除根，灭顾家满门。我已经提前命人将爹娘秘密转移到了怀州府。明日我安排马车送你去怀州与他们会合。为何偏偏是怀州府？因为有人要在怀州府设下死局，杀一个人。大哥，我需要你帮我在怀州护住他。事情办得怎么样？禀家主，属下赶到安林村时，顾家老宅早已击毁。村民说，他们一家人早在1年前就搬走了。1年前，看来我们这位大小姐撒谎了。沈婉，你回府时说是途中偶然查出了身世，可我的人去安林村查过，顾家人1年前就消失了。爹爹，我骗了你，我1年前就知道了。他们是怎么跟你说的？他们说，当年看沈家富贵，就故意换了孩子，把二妹妹扔了，我以此为耻啊，爹爹！我怕这不堪的污点被发现，我就给了他们一大笔钱，逼他们立刻滚出安林村，这辈子都不许出现在我面前。好在顾家人识趣，拿了钱，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顾家除了沈婉，还有6个儿子，他们若想保住全家人的命，就得乖乖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里去。岁岁啊，哪怕是养一条狗也是有感情的。你当年只是个婴儿，爹爹从未怪过你。爹爹大恩，女儿定结草衔环，绝不和二妹妹抢太子。你能这么想最好，你只要把对莲儿的亏欠补上就好。1个月内，我要看到她脸上的胎记好转，你能做到吗？只要妹妹配合，女儿保证让她好起来。退下吧，这些日子你亲自跟着大小姐，她要买什么药材，你都好好配合。家主放心，老奴定会寸步不离地伺候大小姐，绝不让外面的药材出半点岔子。大小姐，您要给二小姐买什么药材，尽管吩咐老奴去办。采买这种粗活，哪能脏了您的手啊？贪了我二哥救命钱，害他没钱治病，惨遭截肢的狗奴才，我会让你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连骨带血的吐出来。那就有劳王管事了。二妹妹身子弱，用药必须是极好的。上京城哪家药铺最贵最好？那自然是仁和堂，就是这价格比别家贵上3成不止啊！1分钱1分货，沈家难道还缺这点药钱？就去仁和堂，你去备车，我去给二妹妹请个脉，咱们即刻出发。奴才这就去办。二小姐，日上3竿了，该启他学规矩了。太子殿下若是问起，滚出去！太子哥哥最疼我，他才舍不得让我受累。蠢货！太子表哥，你怎么知道姑在这里？太子表哥误会了，臣女是奉父亲之命来为莲儿妹妹采买药材调理身子的。你给她调理？你才学了几天医？你是不是怂恿你父亲想借机暗杀莲儿，好抢回太子妃之位？臣女没有，王管事可以作证。太子殿下明鉴呀！家主对二小姐极其上心，不仅让大小姐亲自抓药，为了方便照料，还特意安排同住一个院子，同吃同睡呢。
同吃同睡，你们沈家穷的没屋子了，要让姑的太子妃去挤别人的院子。殿下，家主是想让大小姐亲自教导二小姐礼仪规矩。礼仪规矩？手里藏的什么？拿出来！这是姑的命令。殿下，这只是调理的药方。活蜈蚣，毒蝎子，你管这叫调理身子？你这毒妇是想直接送莲儿归西吧？来人，把这毒妇给姑押回沈家。姑倒要问问沈正一，他安的什么心？水，给我把他拖起来更衣！放开我！你们这些贱奴！夫人，夫人，谁让你泼我凉水的？是你太强人所难！强人所难？你大姐姐学规矩时起早贪黑，何曾有过半句怨言？何曾敢踹自己的亲生母亲？我真是倒了8辈的血霉，才生出你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蠢货！宋嬷嬷，备车！我要进宫求皇后娘娘解除这个孽障与太子的婚约。不要，娘，我错了，我喜欢太子殿下，我不要回去当贱民。晚了，脱开他！滚下来！姑倒要看看你沈家怎么辩解。太子表哥，那个方子……少在姑面前扮可怜，真当姑看不穿你的心思。蠢货，那可是以毒攻毒的良方啊！3个月包管他肌肤如雪，只可惜，以你的多疑，绝不会让我碰这药一下。沈正一，参见太子殿下，不知舅舅，姑不想因为一个太子妃的位置和沈家撕破脸皮，因为姑尊重莲儿，爱护莲儿。就会对他的亲人爱屋及乌，但这不是姑给你们残害莲儿的理由。殿下，微臣绝无此意啊！没有？你以为把莲儿毒死了，姑就会娶沈婉吗？做梦！沈大人，沈大小姐开的这2张方子，里面全是活蜈蚣、毒蝎子，都是见血封喉的剧毒，若二小姐服下，必死无疑。你想害死整个沈家吗？这方子到底怎么回事？爹爹息怒，可是女儿从未说过这2张方子是给二妹妹服用的呀。太子殿下，臣女可有跟您说过一句，这毒药是给妹妹调理身子的？你，王管事，我出府前是不是说过，先去仁和堂，再写二妹妹的调理药方？可我们连仁和堂的门槛都没迈进去，就被太子殿下不分青红皂白的拦下了。是，大小姐确实是这么吩咐老奴的，这方子根本不是给二小姐开的呀！你狡辩！既然不是给莲儿用的，你当时为何不说？殿下看完药方，就抽起鞭子赶臣女上马车，御林军气势汹汹地把臣女包围。臣女想解释的，可殿下根本不听啊！好，你说这不是给莲儿开的，那你要这些毒物做什么？沈阁老在这儿，你休想糊弄过去！这是臣女给自己配的。沈大小姐，这可是剧毒啊！臣女在研究以毒攻毒的美容膏，这水蛭若是放在身上某个黑色的毒瘤上，便可将毒血吸尽，再配合蜈蚣毒蝎外敷，便可去腐生机。黑色的毒瘤，难道他说的是莲儿脸上那块黑斑胎记？莲儿，出了什么事？你们都在干什么？家主，二小姐不肯学规矩，夫人气得说要进宫退了她和太子的婚约，二小姐就发了疯，把夫人一把推下湖了。孽障！二小姐太勇了吧，连亲娘都敢往湖里推。那我们还去仁和堂抓药吗？不必了，闹了这么一出，太子必定把沈莲当眼珠子护着。走，别人搭好了这么精彩的戏台子，咱们怎么能不去凑凑热闹？收手吧！太子，他连亲生母亲都敢下死手，他根本……不知道你们想说什么？你们把所有希望都搭在沈婉身上，想让她当太子妃。但姑今日就告诉你们，
姑眼里心里只有莲儿，姑绝对不会看错人。太子殿下敢保证，日后绝不后悔？姑不后悔，姑此生唯莲儿不娶。求外祖母莫要再苛待莲儿了，就当是心疼心疼姑。好，请殿下记住今日的话，日后莫要后悔。沈婉，你跟在姑后面，随姑一块送莲儿去醉莲君。是，这是打算在我面前秀恩爱，好让我死心呢。你就站在门外。快，带二小姐下去泡个暖水澡，切莫染了风寒。殿下，发现江林藏身线索，先别打草惊蛇，继续盯着。太子殿下，莲儿这身好看吗？好看，好看极了。殿下，莲儿好喜欢大姐姐身上那件衣服啊，大姐姐穿什么都那么好看，莲儿好羡慕。女儿，进来，把你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莲儿。妹妹既然喜欢，姐姐当然可以给，只是殿下就不怕臣女整日摆弄那些毒物，这衣服上不小心沾了什么致命的毒粉。妹妹若是还喜欢臣女院里的衣物，不如臣女去回了祖母，把琳琅阁直接让给妹妹住。好，不准！姑会派宫里的绣娘给莲儿做全新的，谁稀罕你穿过的带毒的破烂？姑今日叫你进来，就是要莲儿彻底看清你的真面目。莲儿，你知道她今日去药铺给你配了什么毒药吗？毒药？你大姐姐去药铺买的是活蜈蚣、毒蝎子还有流水鳗，每样10条，全是见血封喉的剧毒。要不是姑当场抓住她，还不知道她打算把这些毒物喂给谁吃。大姐姐，父亲让你帮我调理，你竟然想毒死我！臣女解释过了，那是美容膏的药材。太子殿下若不相信，也需讲究证据。沈婉，你别太嚣张了！你为了太子妃之位暗害莲儿，姑多看一眼都觉得脏。你这是什么眼神？没什么，若殿下无事，臣女先行告退了。莲儿，听姑的，以后沈家给你的任何东西，他给的药丸直接扔掉，明白吗？莲儿明白了，大姐姐是因为喜欢殿下才想害我的吗？人心险恶，姑才会是你唯一的依靠。大小姐，家主和老夫人在西河堂等您呢。今日真是多亏大小姐解围，奴才差点被太子殿下吓破胆。莫慌，太子殿下只是有自己想护的人，并不是对您有意见。您今后可要对醉莲居的主子上点心了。等二小姐嫁入东宫，她便是太子妃了，前途无量。对了，我记得你有个女儿叫鲸羽。是，鲸羽如今在夫人身边当差。若让鲸羽去二妹妹身边当个大丫鬟，日后跟着陪嫁进东宫。可是鲸羽是夫人的人，奴才去要怕惹夫人不快。若是大小姐能帮忙指点一二，奴才一家仍为您鞠躬尽瘁。既想让你女儿攀龙附凤，又不想自己得罪主家，这老狐狸想得挺美。这有何难？我回头在二妹妹跟前提几句，让她亲自开口向母亲要人便是。多谢大小姐，大小姐真是活菩萨呀！活菩萨，我是送你下地狱的活阎王。娘，让娘糊涂啊！娘对不起你，若不是娘偏要留下那个祸害，你就是太子妃了，娘也不会被他拽进湖里。哭有什么用？岁岁，太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你那2张药方真能治好那丫头的脸？爹，祖母，妹妹脸上的根本不是胎记，是毒瘤。娘怀胎时曾被人下过剧毒吧。生下孩子后，娘体内的毒是不治而愈了，是因为毒素根本没有消失，而是全部转移到了妹妹身上，长成了那块毒瘤。我一直以为的痊愈，原来是牺牲亲生女儿换来的。娘，虽然妹妹现在难以管教，但咱们千万不要放弃她，好吗？没错，带着这份极其沉重的愧疚感，去好好伺候你的小祖宗吧。你们越是互相折磨，
我才越痛快。必须治好他。可是太子殿下根本不信我，为今之计，只有请我师父李仙一出山。爹爹，祖母，你们可还记得6年前太子殿下被山匪掳走，身受重伤，性命垂危，连太医都束手无策，是谁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是你师父李仙一。师父对太子有救命之恩，若能让师父悄悄入府帮妹妹治脸，太子殿下定然深信不疑，绝不会再加阻拦。可是岁岁可是什么？你快说呀！师父脾气古怪，外人去定是请不来的，唯有女儿亲自走一趟。而且如今在太子眼里，我就是这个想谋害妹妹的眼中钉。只要我在府里，他就会死盯着沈家，连爹娘都会被我牵连。若我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太子殿下定会放松对沈家的敌意。正义，你意下如何？眼下只有这个办法了。皇后娘娘的意思是等明开春再定大婚，我们还有1年的时间。若让李仙一出手治脸，1年的时间绰绰有余。1年？看墨君里那急不可耐的样子，他可等不了那么久。不过，这倒成了我脱身的完美借口。岁岁，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娘这就去给你收拾东西，安排最舒服的马车，派人护送你回木仙山。你定要把你师父请下来。明日一早。殿下，这也太夸张了，给二小姐派这么多人，皇后娘娘都不管管吗？管？太子这般护食发疯，连亲娘都防着，皇后早就撒手不管了。她这叫作茧自缚。接下来就看你的易容术了。我今晚先离开，明天沈家这出戏，你替我好好演。大小姐放心。二小姐，太子殿下吩咐奴才们寸步不离，您快开门啊！滚开！我跟我大姐姐说2句话就出来。二妹妹这么晚来，可是有急事？大姐姐，你给我的药膜全被那群工人丢掉了，我现在只有脸上这一张了。你再给我做一点吧，不然我怎么见太子殿下？妹妹，不是姐姐不帮你，太子殿下盯我盯得紧。而且我明日一早就要离府去请我师父下山了，实在没空给你做药膜。你要走，那我怎么办？求人不如求己，妹妹如此聪慧，不如自己做。这是药膜的原方，你自己照着配，千万别告诉太子是我给的，免得他又来找我麻烦。好，我绝不说，我先回去了。妹妹留步，有句话姐姐不知当讲不当讲，你可要小心爹爹身边的王管事。他怎么了？之前我见他看你的眼神极不干净，他这人好色。这个老色批竟敢觊觎我！也许是姐姐看错了，但妹妹生得这般丰满窈窕，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那个王管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个王管事仗着家主的事，听说光是小妾就纳了8个，私底下风流烂账一堆，府里谁不知道他是个老色皮啊？竟然是真的，这老色批居然真敢觊觎我！让让，快让让！家主急见！二小姐恕罪，老奴没看清路。抓起来！快把他抓起来！他想轻薄我，他刚才摸我的身子。冤枉啊！老奴连您的衣角都没碰到啊！莲儿，谁敢欺负你？太子殿下，是他刚才想微薄我。又是你这个狗奴才，连姑的女人也敢碰！殿下明鉴，老奴是急着给家主送信，老奴真的没有。拉下去，乱棍打死，扔进乱葬岗，不准沈家收尸。蠢货，全都是蠢货！我用了30年的心腹，就这么被几句疯话打死了。太子欺人太甚！
大师姐，你终于出来玩了！人还活着吗？我用大师姐你的吊命丹喂过了，想死都难。小小姐，是你救了奴才，奴才感激不尽。师姐，这是从他死死攥着的手里抠出来的。大小姐，这密信事关大公子在怀州府的生死，求您务必亲自送到家主手里。小小姐，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费那么大劲把你从乱葬岗里刨出来，是为了救你一条狗命吧？15年前，安陵村，你帮沈正一抢走了顾家的女婴。不仅如此，你还对那女婴的亲姑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恶行，害她被退亲，遭人唾骂，最终得了失心疯。你竟然全都知道！你骗了家主，你骗了整个沈家！若你们没做过亏心事，我又何必骗你们？知道我为何要让你活到现在吗？城门暴乱是我一手策划，沈成风坠马断腿被截肢也是我一手谋划。而你，我只不过对沈炼极其随意的提了一句，你好色，就轻轻巧巧的要了你大半条命。你是个魔鬼，你害了二少爷，难道他不该死吗？6年前，沈成风当街纵马，踩断了一个15岁少年郎的左腿。原本20两银子就能治好，他来年还能参加科考。可你呢？你这贪婪的老狗，贪了19两救命钱，只给顾家留了1两。顾家上门讨要，你不仅不给，还直接派人截了那少年的腿，把他们赶出京城。那个被你们毁了一生的少年，叫顾景洪，他是我嫡亲的二哥哥。完了！若那封信不能准时送达，大公子完了，沈家全完了。把他拖上马车，我们启程去怀州府。何勇，你不是被赶出沈家了吗？我不叫何勇。我们是亲兄妹。大哥，就是他害了二哥的左腿，我本想把他带回顾家，但怕爹娘看了反胃，交给你了。你害我兄长之残，这笔账断不能清算。我不会让你痛快死去，只会让你余生都活在悔恨里，日日承受病痛与煎熬，为你做的恶付出代价。妹妹，你要我查的那个人，现在就住在临水阁客栈。他们在等2艘沈家的商船，大概3日后，沈家的船就会驶入怀州府海域。他们打算拿沈家的船做诱饵，进出附近的水道，再联合知府一网打尽。妹妹，这趟浑水太深，你到底要做什么？大哥放心，我自有分寸。他住哪间房？2楼，天字号第8间。回帐内的朋友，出来吧。沈大小姐，你为何在这儿？我是特意来怀州府找谢小公爷谈合作的。合作？谈合作之前，我想先聊聊江家富饶。是你救了江家的人？是。说吧，你想怎么合作？沈承霄临时改变了作战方案。他故意让你跟后面的货船，打算利用水道抢来的火炮，将你连船带人轰进海底。这密信上的暗号是你译的？对，他还没来得及送回沈家。你想怎么做？我保你一命。等船翻了之后，你帮我找到船上那幅准备送给太后的28宿星君图。如果我没记错，这图是你三哥买的，而设局杀我的是你大哥。就在你离开上京那晚，沈家二公子坠马，双腿尽断，被截肢了。是你一手策划的？是。谢督府，客栈进了小贼，打晕了小厮，请开门搜查。
原来这客栈里的小贼是沈大小姐。谢督主这么早就休息了，正准备躺下，沈大公子带着这么多人堵门，有何贵干？为保督主安全，临水阁必须严查刺客。搜！还有一处没搜，谢督主莫不是私藏了刺客？我说不准啊！哼，既然督主觉得没问题，那就算了。出去！谢小公爷，堂堂皇城司督主，跑到怀州府来着急，我的私事你也管得着？怎么，我还要为你妹妹守身如玉不成？你该不会到现在都还是个雏吧？看个背就急眼了。下贱！沈小姐，我的一世英名算是彻底毁在你身上了。沈承霄生性多疑，情急之下出此下策，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回头帮你澄清。你千里迢迢来送救命情报，是我欠你一传人的性命，何来你欠我？是我欠你，我欠了你比整个镇国府的性命。本觉得好看，买来给我母亲的，你若不嫌弃，将就用吧，回头我再给她买。那我就不客气了。好了，我该走了。他连自己的亲生二哥都能狠下胡手，对沈家恨之入骨，她绝对不是沈正义的亲生女儿。沈家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师姐，后面有2拨人跟踪，要不要做了他们？哪2拨？一波是沈承霄的暗卫，不过刚才在一个巷口被另一拨人极其干净利落的割了喉，现在只剩1个人在跟着了，我甩掉他。不用，只管往前走。谢玉姐，既然你这么好奇我为何要置父兄于死地，那我就亲自把这个答案摊开给你看。老爷，夫人，咱们家小姐回府了。小姐，这里是顾家，她不姓沈，她姓顾。爹，娘，我回来了。15年前，他带人抢走我时，给爹娘强行灌下了哑药。后来我虽帮爹娘解了残毒，可当年的噩梦却成了他们的心结，让他们至今都无法开口。爹娘，王管事已经付出了代价，接下来我会让沈正一和金美义把欠你们的连本带利的吐出来。原来如此，她根本不姓沈，她是顾家的女儿，难怪她连亲生二哥都能下狠手，难怪她对沈家恨之入骨。沈正一，你沈家当真万死难辞其故！师姐，我就是太感动了。小兄弟真是性情中人。爹娘，我这2日就住在家里了。哎呀，二弟，叶宁回家了。燕宁，别怪你二哥，自从断了腿，他就是这样。二哥哥他以前总说要考中状元，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他的眼睛里以前是有光的呀。大哥，今晚有月光。是啊，不过15的月亮才是最圆的。大哥错了，不管是残月还是圆月，它只要还在天上，就依然能散发光芒，照亮世人脚下的路。大哥，跟我说说你当年参军的事吧，为何后来又没有留在军营？燕宁，我过去的事别提了。
大哥，我想知道，必须知道。我当年入的是御林军的一个分支，我的队长就是被谢玉锦收押的蒋新贵。我以为只要拼死立功就能出人头地，可后来我才发现，那支军队根本就是权贵子弟的消遣。我们这些平民子弟，只要表现得太好，就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我每次考核都把蒋新贵打得鼻青脸肿，上峰让我让一让，我没肯。后来剿匪，13为了报复，暗中勾结飞兔，他给我传了假情报，把我和126名平民兄弟死死堵在了黑风谷底。126个兄弟全被活活烧死，只有8个人活了下来。也是在那晚，我在火光里看到了沈承霄，那张和沈正义极其相似的脸，我就终于知道你在哪儿了。大哥，最近江家叛国投敌、满门抄斩的事，你听说了吧？听说了，我当年本想投奔江家军的，那是战神之军，可如今蒋新贵后来被编入江家军，成了江老爷子手下的猛将。江家是被蒋新贵害的？他只是条咬人的狗，真正的主谋是当今圣上授意，太子亲手筹划，江家满门男子圈禁在江府里，被那群畜生用最惨绝人寰的手段活活折磨致死的。为什么？江家可是国之根本，是南疆的铁墙啊！金少他疯了吗？功高盖主。原来，无论是平民士兵的命，还是战神满门的命，在权贵眼里，都只是可以随时抹杀的蝼蚁。既然这腐朽王朝如此草菅人命，忠邪不分，二哥哥，这仕途咱们不入也罢，但你哪怕不入时，依然能用你笔下的刀锋，撕开这虚伪太平的黑幕。江家被屠，除了那一纸伪造的叛国书，难道就没有那些趋炎附势的文人用笔墨推波助澜吗？大哥，我们走。你想让我做什么？世人被流言蒙蔽，玷污了江氏100年的清明。二哥，我要你用你天下无双的文采，御笔墨如千钧，还这天下一个真相。我们为什么要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去帮江家？他们对你有恩吗？唇亡齿寒，江家世代镇守南疆，如今南疆的铁墙被自己人推刀了，上头那群人尝到了屠杀忠臣的甜头，你能保证几年后他们不会用同样的龌龊手段去对付镇守北地的谢氏满门吗？若有一天江家死了，谢姐亡了，没有这些将士在边关抛头颅洒热血，这满朝的文武，天下的百姓哪来的家，哪来的安居乐业？你把我想得太好了，我不一定能扭转乾坤，但我愿意一试。二哥哥，我不需要你去扭转乾坤，更不需要你去送死，我只要你这双暗淡了6年的眼睛里重新有光。大哥收了，二弟也收了，走吧，推你回屋。大哥，你是怎么找回妹妹的？燕宁她很聪明，是她先在沈家识破了我的身份。燕宁，顾燕宁，完了，我当真是中蛊了。我现在该叫你沈大小姐，还是顾燕宁？燕宁吧，我本就不是什么尚书府的千金，这农家女的身份，我不觉得丢人。刚才你在外面说的话，是在点醒我。你既然知道上头在分化谢家军，那就说明你连我的退路都想好了。燕宁，我们可以合作了。这是你身边的内鬼名单，以及怀州府避险方案。你我非亲非故，你为何要为了我如此费尽心思？因为你是我的未婚夫呀。我若死在怀州府，沈家立刻就会去退亲，你哪怕不当太子妃，也能嫁入高门。顾燕宁，你看着我的眼神，就像看着一个认识了极其久远的故人。我们以前是不是认识？怎么会？只是听闻谢小郎一战成名的威风罢了。所以被赐婚时，
我心里暗暗庆幸。谢小公爷，难道你不喜欢我这样与众不同的女子？顾延宁，你可知，从北部回京的路上，我也一直在仰慕你。对不起，我不该冒犯你。因为在找我，沈承霄在找我了，我会帮你抹去行踪。我先走了。等等，这是沈承妖的匕首，抹了剧毒，你带着。好。回大公子，皇城司的人都上了后面的货船，是属下亲自盯着他们上去的。看到了，老三，你从南阳带回来的玩意儿还挺实用的。这可是我亲自选来送给穗穗的吉吉礼。你还不知道吧？她根本不是咱们的亲妹妹。15年前，是她那对贪慕虚荣的农家父母，把她和我们的亲妹妹沈莲调了包。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我只给穗穗带了礼物，都没有给我们的亲妹妹带。你船上那么多东西，随便挑一个送给她便是。那怎可随便送？为了给穗穗挑吉吉礼，我费了很大的心思，谁想到竟然不是我们沈家的血脉。那爹爹有没有把她赶出去？穗穗她是无辜的，这东西原本就是你要送给穗穗的，我替你保管。回到沈家后，我会亲自交给她。可我不想给了。那就送给大哥吧。大哥，家里人对沈婉到底是什么态度？我们沈家又不是多养不起一张嘴，祖母对穗穗有几分真感情，舍不得将她送回去，所以现在被许给太子殿下的人是莲儿，而不是沈婉，这就够了。老三，你以前可是最宠爱穗穗的人。我以前宠她，是因为我压根不知道她不是我们沈家的嫡女。现在我知情了，我就觉得膈应。唉，我不该同你说这些的。穗穗她毕竟是无辜的，能收留她就是天大的恩赐。她别再占着莲儿的东西。我做不到像以前那样待她，别再要求我。大公子，不对劲，四周围上来好多船，不是咱们的人。怎么回事？怎么冲着我们来了？中计了！快下船！小儿，爷，夫人，醒醒！老爷，快救儿子，船炸了！老大、老三就在船上啊！荒唐！你只是做梦，梦都是反的，绝不会有事。家主，出事了！出事了！一定是老大、老三出事了！说，怀州府飞鹰传说，三公子的货船遭受极其猛烈的炮弹袭击，船体瞬间解体，死伤惨重。大公子和三公子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夫人，按我的计划，虎一卫部署极其缜密，那些炮火怎么会落到我们自己的商船上？家主，大公子根本没用您的方案，他自己重新调整了部署，相当于咱们的虎一卫用的是您的方案去攻击，但大公子用新方案的飞鹰传书，中途被人拦截了。有人利用这个极其致命的信息差，设计谋害了2位公子啊！小儿，我的小儿，快去怀州府救他们！老大肯定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他们们！福夫人回房，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她踏出房门半步。长子的书信被劫，一定是王管事，只有他极其熟悉飞鹰传书的门道。你立刻带人去乱葬岗，把王管事的尸体翻出来，我要极其仔细的查验。怀州府800里加急战报，禀报皇上，剿匪大军全军覆没。不知怀州府那边可有我儿谢玉锦的消息？他可还活着？如若战死，可有尸身？那船上也有魏晨的2个儿子，不知可有下落？
许知府已找到谢二公子及沈三公子，沈三公子受炮伤及头部，昏迷未醒；谢二公子受轻伤，此役共计死5780人。皇上，那船上有一幅从南阳带回的28宿湘军图，本是太后寿礼。这群匪土竟敢动朝廷官员和宫嫔，微臣愿亲自前往怀州府实行清除行动。沈大人，切不可轻举妄动。皇上，微臣听说有不少平民老百姓投靠圣岛，朝廷若是无差别击杀岛上的百姓，只怕会……什么老百姓？既然投靠了水匪，那他们就是强盗。他们此为是谋反，是叛贼。朕拨3000人运2000台从南阳买回来的炮筒，借此机会试一试那炮筒的威力。沈正一，你便和太子一同前往怀州府，清理圣岛匪盗，杀光不留。皇上，三思啊！剿匪只是拔掉一根刺，皇上真正要清理的是当下地方州府的毒瘤。一直阻碍沈大人，是不是圣岛与你有利益上的勾结？此次行动中，你的小儿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回来。殿下，微臣尽忠职守。如若你觉得微臣和匪盗有勾结，大可以把微臣关入大理寺。微臣不接受毫无根据的揣测。当然，如若太子殿下觉得江家流的血还不够清洗这片山河，想要借着此事再向我谢家开刀，那就只管来。镇国公，朕知道你是替大商朝的基业着想，可沈尚书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那些百姓既然投靠了圣岛，吃穿用度皆是匪盗劫掠而来，难道就因为他们没有拿起刀枪，就能说他们清白无辜吗？可是皇上，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和纵容，才会助长这股歪风邪气。若是任由越来越多的人效仿，等将来这群叛贼势力滋长到可与朝廷抗衡时，我大商朝难道要眼睁睁被这些人吞噬？朕绝不想看到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的那一天。更何况，他们害死了朕数千精锐，朕总要给这些战死沙场的将士和他们的家属一个交代。交代？皇上愿意为几千士兵讨交代，却眼睁睁看着江家满门忠烈被奸佞陷害，不肯多花半分心思彻查。如此偏听偏信，实在不配为一代明君。沈正一，朕命你即刻回府收拾行囊，今日便率军出征，讨伐圣岛贼寇，刻不容缓。微臣遵命。圣岛的土匪，我要把你们杀得片甲不留，方能平息我心头之恨。家主，乱葬岗被烧了。烧了？什么时候的事？附近的村民说，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突然起了大火。半个月前，这么巧？去，把二小姐给我叫过来。是。二小姐说她不舒服，不想走路，让家主您自己过去找她。逆子！家主，冷静，你千万冷静啊！冷静！我5个儿子折了3个，断腿、失踪、重伤，全是因为他沈炼。爹爹，莲儿，爹爹有几句话想问你，你只管如实回话。起来吧。是，爹爹想问什么？王管事犯事那晚，到底是如何对待你的？爹爹是说那个色痞子王管事，他黑灯瞎火冲出来，撞到女儿身上，企图对女儿不轨。香菱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个王管事已经纳了8个妾，还喜欢府里年轻貌美的丫鬟。他还总仗着爹爹您的事，幸好太子殿下来得及时，把他给打死了，否则还不知道我们家要有多少丫鬟遭到他的毒害呢。爹，你为沈姬尽尽地大半辈子，却因为这蠢货的一句话，惨死在太子的棍下。是你跟他说王管是好色的？对呀，爹爹，就是香菱提醒我的。香菱，你抖什么呢？你又没做错，府里所有人都盼着我当太子妃，若我被他害了名声，还怎么当？处置王管事那个祸害是应该的。
回去！你们把香菱踢死了，这就是在杀人！香菱是我的人，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爹爹，你踢死他，就等于看不起我这条狗的主人。莲儿，你莫要再同你爹爹闹了。你爹爹马上要去怀州府找你大哥，我让京音留在你身边伺候。原来你们就是这样看待一条人命的。爹娘，你们有没有想过，二哥失去双腿，大哥生死不明，全都是因为你们平日里乱杀无辜造成的，是你们作恶多端，如今全都报应在大哥和二哥的身上了。你这个……我到底还在愧疚什么？这种又蠢又毒的祸害，当年就不该让他活着降生。他的出世，就是我沈家最大的灾难。夫人，家主，大军准备完毕，随时开拔。夫人放心，我定让圣岛那群匪盗给我儿陪葬。小妹，你大老远跑来这圣岛，就为了让我救皇城司的人？你不知道那帮人有多招人烦，特别是那个带头的谢玉锦，他到底是你什么人啊？我让你救的谢玉锦是我的未婚夫。那小子是妹妹的未婚夫？他在里面吗？妹妹别！三哥，你怎么把他绑成这样？三哥说皇城司的人不好惹，得多绑几拳。你别听他瞎说，我那是怕他发疯乱跑，才将他捆实施了些。他是我未婚夫，你还不快去倒碗热姜汤给他驱寒？行，我这就去。我这就帮你解开。不必，我自己来。你能自己解开？那你为什么还老老实实待在这儿？之前不太确定圣岛这帮水匪是不是也是你的势力，只能静观其变。后来我一路上山发现，这岛上所谓的悍匪，多是些面黄肌瘦的老弱妇孺。怀州府连年重税，百姓苦不堪言。他们不是贼，是被官府逼得活不下去的难民吧？谢督主果然敏锐，怀州府不仅苛捐杂税，暗中甚至还藏着贩卖人口的黑幕。百姓想上京告御状，却被官兵半路截杀。当年是我三哥查出内幕被追杀，他迫不得已退守圣岛，成了水稻头子。原来如此，难怪这圣岛的人越来越多。但这次南阳商船被炸，朝廷震怒，沈正一绝不会善罢甘休，他必然会借题发挥，不惜一切代价调大军来屠岛灭口。我知道，沈家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局势如此凶险，你一个姑娘家本不该卷进来。其实之前我很怕我的人在海上找不到你，我怕没办法让你全身而退。别怕，我提前带人下水了，留在船上的都是该死之人。妹妹，你看，我把姜汤熬好了。啊！你先喝口热汤暖暖身子，我在外面等你。你要的28宿星君图，可是这个？三哥，麻烦帮个忙，把画展开。哇，真够壮观的，这玩意儿肯定很值钱吧？10年前，太后下南阳，在南阳博物馆见过此画，回来后便一直心心念念。景隆帝甚至有意将它作为国宝收藏，它当然值钱。你喜欢吗？它很值钱哦。沈正一为了讨这个皇恩，让老三沈承彦去南阳，几乎掏空了沈家半生的积蓄和生意本钱，才把这画抢到手。如今画落到了你手里，沈家这次怕是要把家底都赔进去了。你是说这玩意让沈家花了这么多银子？沈家的家底哪有那么容易掏空？沈正一私宅里的金库装的都是他这些年积攒下的家当，还有那些见不得人的往来记录。但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掏空沈家。三哥，我要你亲自去一趟南阳博物馆，把这幅画再卖给他的原画主。卖给原画主？人家刚高价卖出来，还能原价买回去？你跟他谈一笔交易，
你就说你将带着这笔钱回大烧朝做生意，你赚1两，分他1半，无需他出钱出力，只需等太后寿诞那日，让他带着28宿星君图到烧朝国土亲自献花给太后。这样一来，沈家倾家荡产，满朝庄扬自己高价拍回来的寿礼，就会变成一个天大的笑话，甚至就是犯了欺君之罪，在公然欺骗太后。太后刘氏本就百般刁难沈皇后，沈家想借此话求和，我偏要让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三叔，圣岛上所有的老百姓都已经安全转移到地道和后山的隐蔽船只上了，您亲自设下的那些陷阱也全部布置完毕。三叔，我们什么时候起航？现在。我会和我三哥一起离开圣岛，回木仙山，再重新坐船来怀州府。而你身受重伤，和沈承霄一起下落不明，碰巧遇到我们一门的船队，我们把你和沈承霄捞上船。你和沈承霄都身受重伤，中了毒瘴，性命堪忧。不过你放心，你不会有事，我有药。他们在海面上大肆投毒，那些毒长会慢慢吞噬人的心脉。这瓶是独家解药，你现在就服下，它能护住你的心脉，保你肉身不受毒爪侵害。好，顾姑娘这般煞费苦心，连我死里逃生后的戏本都写好了。你给我听好，你是我的人，我不仅把你，甚至把整个谢家都划入到了我的未来里。这件事过后，你便以伤重为由，卸掉皇城司督主一职，急流勇退，才能暂时保住谢氏满门，让太子不敢那么快拿谢家开刀。我的夫君，我希望你此生身体安康。我若不早点备下10里红妆，将你娶进门，岂不是辜负了你这情请夜生夫君？真是没眼看！大师姐，朝廷的战船已经从港口出发了，带队的是沈正一和太子，他们计划用炮火直接炸成整座圣岛。那狗皇帝甚至下令杀光岛上所有的百姓，一个活口不留。他们大约明日傍晚就会抵达圣岛海域。那就让他们打空气吧！打！给我狠狠的打！把所有的炮弹都给我砸过去！我要让这岛上的乱党全给我儿陪葬！沈大人说得好，今日就让这群逆贼尝尝南洋火炮的威力。传令登德全带5000御林军登岛搜山，凡遇火口，格杀勿乱。有毒瘴，快捂住口鼻，撤出这座岛！勿有企图！出来救命！勿有企图！撤！快撤！跳崖，往海里跳！怎么回事？太子殿下小心！你搞什么鬼？岛上的贼寇呢？殿下，那岛上根本没有人，全都走光了。什么？没有人？他们留下了陷阱，还利用我们的炮火引爆了全岛的毒斩，我们的兄弟死伤惨重。没有人？那我们刚才打的是什么？几万发炮弹全砸在了空气里！你不是说岛上有38000人吗？人呢？那可是1万多发炮弹，花了国库大半的钱从南洋买回来的，现在全打水漂了。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你说怎么收拾？殿下，现在绝不是自乱阵脚的时候，这件事绝不能让外界知道。废话！若让父皇知道我们把国库的炮火用在了一座空岛上，满朝文武、御史台和晋王定会把我们生吞活剥了，本太子的贤名也将毁于一旦。殿下放心，这残局微臣来收。怎么收？朝廷出动精锐与圣岛水道血战1夜，水道全军覆没，我方御林军也尽数壮烈牺牲。烧了这座岛，再清理掉这些知情的人，此人是永远不会泄密的。
大师姐，一切皆如您所料。沈正一和太子对着空岛轰了一整晚，发现被骗后，竟然丧心病狂的放火烧岛，还把逃回来的御林军全给灭口了。沈正一为了保住头顶的乌纱帽，还真是狠得下心。不过他百密一疏，我趁乱潜入海域，捞回了几个还活着的御林军。干得漂亮！把这几个活口连同圣岛真实战况的卷宗，连夜秘密送进京城。送给谁？送给太子的死对头晋王。既然沈正义想瞒天过海，我们就借晋王的手，把这欺君窝上的天大罪证狠狠砸在皇帝的龙案上，顺便把沈家长子也送回去吧。至于我们，也该回京了。夫人，大小姐带大公子回府了。宋嬷嬷，是不是萧儿回府了？是。母亲，岁岁回府了，她还带着萧儿回来了。我知道，快去看看。笑，我的儿啊！娘，大哥背上皮开肉绽，那副奸伤碰不得的。你大哥他到底伤到哪儿了？有人在海上投毒，大哥在毒海里泡得太久，毒瘴彻底侵入心脉，日后怕是再也不能运用内力动武了。不能动武算什么？前世你们沈家为了夺取皇城司兵权，将我的夫君谢玉锦残忍虐杀，只因你们的亲生女儿沈莲生来带着丑陋胎记，你们便仗着权势，强行将尚在襁褓中的我夺来。后来因愧疚寻回真千金，却将我死死蒙在鼓里，利用我的医术将她的容貌恢复后，便让她风风光光去当太子妃，转头却逼我穿上大红嫁衣去写家送死。沈家世子沈尘风甚至纵马踩碎我亲生二哥的双腿。你们沈家视我血脉亲为蝼蚁草叶。沈沉霄，这毒瘴蚀骨犹如凌迟般的剧痛，你就好好在这人间地狱里日日夜夜受着吧。岁岁，快请你师父救你大哥啊！祖母，对不起，师父早已离开商朝。痛死我了！小儿，岁岁，你大哥说好痛啊！妹妹，帮帮我，给我镇痛丸。大哥，你已经吃过一次镇痛丸了，现在再吃，你会没命的。我不怕没命，我现在就会痛死。妹妹，大哥求你了。求我？你从未将我当成过妹妹，求我又有什么用呢？这5年，你后院虽养着10几个同房，却只纳了一个长相平平、毫无背景的平民女子孟氏做良妻。金妙仪频频为你议亲，你百般推拒，至今21岁仍未娶正房。世人都以为你无心高门，可只有我清楚，你不过是为了掩盖你内心深处对我那见不得光的龌龊心思。快，大哥痛得受不住了，快把他抬进屋里。沈夫人，大公子的伤主要在背部，这些伤口都被沈小姐处理得极好。而沈大公子体内的毒瘴虽有残毒于灵心脉，可沈小姐的解药却挽救了沈大公子的性命。那萧儿她外伤好治，难的是心脉残毒，绝非一日能清啊！岁岁，是你救了你大哥，你能彻底治好他的，对不对？哼，祖母放心，我会帮大哥找到清除残毒的解药的。你一定可以的，一定要帮你大哥解毒。你大哥最疼你了，他事事护着你，样样都给你最好的。你大哥他……老夫人，大公子有话想和您说。大小姐，今夜我会守着大公子，你先回院子休息吧。好，祖母、母亲，我先回去换身衣服。乖孙，祖母来了，上了药，你还疼不疼啊？祖母莫要担心孙儿，10晚的药很有效果，我现在不疼了。那就好，那就好。你把祖母单独留下来，
是有什么话想和祖母说？我想娶沈婉为妻，望祖母成全。小儿，你是不是烧糊涂了？她是你妹妹，你怎么能娶你妹妹？她不是我妹妹，祖母，我早就知道了。岁岁1周岁时，我亲耳偷听到父亲的谈话起，我就知道他是个冒牌货。既然没有血缘关系，我为什么不能娶？你到底是什么时候他起了这种心思？看着他一天一天长成那般绝色，赏过了这等牡丹，我怎看得上幼稚俗粉？可他一定亲，那可是皇上下旨赐婚。赐婚而已，有很多理由可以废除。祖母，她若入宫嫁给太子，为了沈家前程，我绝不动念头。可谢家的人配得上她吗？谢玉锦她根本就不配。小儿，你太为难祖母了。我的身子如今离不开沈婉的药，我把她留在我身边，也是为了保住我这具残躯。如果祖母不同意，那我以后再也不提了。此事便烂在你我心底吧。好，不就是一个沈婉吗？沈家养育了他这么多年，给了他泼天的富贵，如今我让他留在你身边伺候你，也不算亏待他了。多谢祖母成全，有他在，孙儿一定会好起来的。婉婉，你是我的，我绝不允许你嫁给谢玉锦，绝不！把院子里的下人都清理出去，你在院外守着，我有话想单独和大小姐说。是。祖母，岁岁到祖母身边来坐，祖母有几句话想同你说。好。她虽不是沈家血脉，但这等惊艳世人的容貌才华，配我的长孙倒也绰绰有余，难怪小儿会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岁岁，你觉得你大哥怎么样？大哥他博学多才，文质彬彬，待我这个妹妹自然是极好的。当然，二哥、三哥他们也都好，家里的人都很宠爱我。可是岁岁啊，这些宠爱原本都该是莲儿的。若不是因你亲生父母将你换到了沈家，你哪有今日的造化？不过你放心，你毕竟是祖母跟前长大的孩子，祖母实在舍不得再把你送回你那农户父母身边，去过那种下贱的苦日子。祖母是不是有别的话想跟岁岁说？不如直接说出来吧。是有关于大哥的吗？您想要我怎么报答沈家？你是个聪明的孩子，那祖母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大哥如今的心脉残毒，连太医都束手无策，现在唯有你的药能让他续命。祖母有意留你在你大哥身边伺候他，照顾他，我会帮你换一个身份，让你名正言顺地留在你大哥的院子里。至于你同镇国公府的婚事，我会亲自去找皇后娘娘处理。你能明白祖母的意思吗？明白，怎会不明白呢？说的这般冠冕堂皇又不要脸，就差没把那句嫁给沈晨霄的话说出口了。凭什么你们一句话就能随便决定我的人生？明白，那就好，萧儿一定会对你好的，这样你就可以一直留在沈家，祖母也舍不得你。若我说我不愿呢？你不愿？你莫不是还惦记着太子殿下？你占着莲儿的嫡长女之位，心安理得地享受了15年世家贵女的荣华富贵。如今莲儿回府，我们沈家没把你扫地出门，已是天大的宽容。你如今竟还要抢莲儿的夫君，沈婉，你太令祖母失望了。太子殿下根本不喜欢你，他心里只有莲儿。你就莫要再痴心妄想了，老老实实留下来照顾萧儿，我们沈家绝不会亏待了你。祖母放心，我知道太子殿下不喜欢我，我更从未对太子殿下有过半点痴念，我绝不会和沈莲抢太子。那你为何不愿？你莫不是还想着嫁入镇国公府？沈婉，你若真打着这个算盘，那你恐怕要嫁给一个活死人了。
罗太医说，那谢玉锦被送回来时中毒已深，全身发紫，如今全靠太医院的百年老参吊着最后一口残气。就算他能熬过今晚，太子也绝不会允许他完好无损地醒过来。太医院里全是我们和太子的人，只要在药里稍作小搅，分分钟就能让谢家嫡长子死无葬身之地。你们以为能只手遮天，可是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谢玉锦此刻究竟是死是活。看来我今日若是不同意，祖母也绝不会放过我了。你既已知道，便该明白你没有退路。从今日起，你哪儿都不能去，就老老实实伺候他。这是命令，你不能反抗。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沈婉，只要你乖乖听话，日后这沈府的掌家权，我便全交到你手里。谁稀罕你们沈家的掌家权？既然你执意要触我的眉头，那就别怪我不客气。老夫人，老夫人摔倒了！你们都是死人吗？是怎么伺候老夫人的？关键时刻一点都不顶事儿，害老夫人磕得这么严重！都给我滚下去，每人领10杖！沈夫人，这是中风引起的骤然晕厥。从马车上摔下来的时候，头又碰巧死死磕在了硬物上，颅内恐有血块，才导致昏迷未醒。颅内血块？还有，老夫人的右手脉象迟缓，且毫无反应。下官怀疑，老夫人右半边身子恐怕已经偏瘫了。不过，这还要等病人醒来后才能最终确诊。大小姐呢？快去大小姐过来给老夫人看看！夫人，大小姐去大公子的院子了，大公子那边也离不开人啊。长子废了，老夫人也瘫了。宋嬷嬷，家里接二连三出这种要命的事，到底是着了什么邪祟？娘，太子派来的人根本没教他礼仪，我派去的人又进不了他的院子。这些日子他只顾着享受，什么都没学。如今这粗鄙之态，竟然脸不遮掩了。听说祖母从马车上摔下去了，我特意过来看看，要不要紧啊？夫人，让二小姐留下伺候吧，传出去也能帮朕太子妃博个孝顺的好名声。二小姐，既然您过来了，那便留在老夫人身边照顾吧。院子里有这么多下人，为何还要我照顾祖母？娘应该多请几个郎中在祖母身旁守着呀，或者叫大姐姐过来。大姐姐不是会医术吗？让大姐姐治好祖母就是了。我又不懂医术，我守着祖母，难道祖母就能好起来吗？夫人，二小姐，您是沈家的嫡女，老夫人是您的亲祖母，您守在老夫人身边，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吗？够了！你进去看你祖母一眼，看过了就立刻回院子给我好好学规矩。我天还没亮就醒了，听到祖母摔伤，特意早早跑过来看祖母。没想到娘居然对我百般挑剔，早知如此，我就不来了。夫人，你消消气，二小姐她刚还不懂事。报应，这都是报应啊！我当初到底是瞎了哪只眼，非要把这个冷血的白眼狼接回来？是太子殿下，夫人，家主和太子殿下从怀州府回来了。老爷，太子殿下，
中搂搂抱抱，成何体统？丢尽了沈家脸面。莲儿，这是怎么了？谁敢欺负你？太子殿下，祖母她从马车上摔下来，摔伤了脑袋。莲儿天不亮就早早爬起来，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在祖母床前。可是祖母至今未醒，莲儿心里好害怕，好难过。没想到殿下就犹如神明一般回府了。莲儿受苦了，你真是一片小心。沈婉人呢？听说这次是他救了程潇和谢玉锦，程潇伤的究竟如何？罗太医说背部炸得最厉害，但是穗穗帮程潇处理得极好，还用解药解了他体内的毒障。如今只是还有残毒余存在心脉，穗穗说他会努力找到解药的。炸伤了也没关系，还可以再养回来。只要不是缺胳膊少腿，长子还是我们沈家的希望。况且一点残毒而已，总能解开的。那母亲又是怎么回事？好好的人怎会从马车上摔下来？严嬷嬷说，母亲昨夜原是打算趁夜入宫去找皇后娘娘，这才出的意外。这么晚入宫找皇后有何急事？许是为了萧儿，母亲怕皇后娘娘担心，想去通报伤情。老爷，太子殿下，要不先进去看看老夫人？莲儿，你守了一夜也累了，先回院子歇息吧。多谢殿下体恤，那莲儿晚些再来看望祖母。既然还没醒，就让府医按时灌药守着吧。走吧，去连峰居。程潇的伤势才是关乎大局的正事。舅舅，姑与你日夜兼程赶回来，就是为了那个计划。谢玉锦虽然没死，但镇国公府现在防得跟铁桶一样，连太医院的药渣都要查验3遍，姑的人根本无从下手。殿下的意思是借沈婉的医术？不错，能靠近他懂药理的只有枕边人。姑要让沈婉尽快过门，用他的药无声无息害死谢玉锦。殿下此计甚妙。镇国公就算再防，也防不住明媒正娶的儿媳。沈婉就是这局死棋里最好的一把尖刀。大公子，喝药了。滚开！别挡着我！穗穗，你是我的。沈晨霄，你就慢慢在这残毒的折磨里一点点发烂发臭吧。大公子，家主和太子殿下从怀州府回来了。臣女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爹爹。沈婉，姑听说是你从木仙山去怀州府的路上找到你大哥和谢玉锦的。回太子殿下，确有此事。臣女听闻剿匪的士兵遭到水道重创，大哥三哥下落不明。臣女心急如焚，便借了一门的船去寻，碰巧看到海面上飘着上百具将士的尸骸，那都是为国捐躯的忠勇之士啊！臣女于心不忍，便命人悉数打捞，只是尸首实在太多，大哥和谢小公爷恰巧混在其中。后来臣女不敢在怀州府多逗留，便直接将人带回了上京城。这个坏我大计的蠢货！姑耗费国库巨资买来的南洋火炮，全是为了让谢玉锦死无葬身之地。他居然把人给捞了上来，怎么不干脆让他沉在海里喂鱼？你好得很！穗穗，你随我进屋，我和太子殿下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程潇，你怎么伤得这般重？爹，胡一威为什么会冲着我的主船开炮？我明明发了飞鹰密令更改航线，想将计就计引出水贼啊！果然如此，你以为我收到你的信了是不是？你没收到？这不可能！我是通过最高机密渠道传的信，除了您，只有王管事能接应。他人在哪儿？王管事，小儿，你一直在外，还不知道府里出的意外。就在你出海前，莲儿身边的贱婢生事，晃为王管事黑灯瞎火地冲撞了你妹妹。太子殿下爱重莲儿，为了替你妹妹做主，殿下已经亲自下令将王管事乱奔打死。
他死了，所以那晚我的绝密军机刚送到上京，就被人截胡了。那人故意扣下不发，利用我们父子之间的信息差，眼睁睁看着我走进自家的炮火里去送死啊！好一招借刀杀人，好一个连环毒计，那根本不是什么贱婢生事，是有人故意做局，利用莲儿的单纯来激怒姑，借姑的手提前拔掉了你们沈家的联络暗桩。你们沈府有内奸。她是沈家血脉相连的亲生女儿，一荣俱荣，一损俱丧，怎么可能设下这种毒计去炸死自己的亲哥哥？绝不可能是他。不将你沈府内宅这颗毒瘤连根拔起，你们沈家还不知要遭多少殃。太子殿下放心，微臣定会彻查内宅。岁岁，你既救了谢家长子，可知他真实情况？回爹爹，谢小工业吸入的毒瘴远超大哥，臣女的解药用在他身上，只能吊住他最后一口气，接下来的日子全靠汤药续命。臣女已经派人将药方送去谢府了。太医院的人下不了手，但沈婉这蠢货既然能配药，只要她嫁过去，谢玉锦必死无疑。岁岁，皇上已经下旨赐婚，爹打算让你尽早嫁入镇国公府。爹，你说什么？爹，绝对不行！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把岁岁嫁过去。谢玉锦能不能活都是未知数。岁岁这样嫁过去和守寡有什么区别？闭嘴！此事已定，你好好养伤，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爹自然会替你报仇。沈婉，姑一会儿回宫，就让母后传钦天剑，帮你和谢玉妻选个良辰吉日成亲。原来他这么抗拒，是心里还惦记着姑的太子妃之位。让她早点嫁进镇国公府去守寡也好，正好彻底断了她对姑的非分之想。姑走了。孟氏，好好伺候大公子喝药。岁岁，别走，去帮我叫祖母来，我要见祖母。大哥，祖母怕是来不了了。祖母怎么了？祖母昨日被马车准备入宫时，从马车上摔下来，摔伤了头。如今同你一样，正躺在床上，至今昏迷未醒呢。怎么会这么巧？大小姐，夫人头疾犯了，让您赶紧过去看看。好，我这就去。孟姨娘，好好照顾大哥。岁岁，别走，回来！大公子，喝口水吧。滚出去！大公子，你别这样，家主最是在意您的身子，若是让家主知道，只有大小姐的医术才能帮您缓解这脚心的剧痛。家主为了您的命，绝不会轻易把大小姐嫁出去的。好痛！我的心口好痛啊！快，大公子毒发了，快去把大小姐找回来，顺便去通报家主！快去啊！大小姐，靖王殿下带了好多皇城司的人，把沈家围了起来。臣女参见靖王殿下。沈婉妹妹，好久不见，免礼吧。谢靖王殿下。连刘家的核心暗卫都大摇大摆地站在这里，看来刘家的人已经帮靖王彻底拿下了皇城司的势力。靖王殿下带着皇城司来沈家，应该不是同臣女叙旧的吧？妹妹如此聪明，该知道本王为何而来。进。大公子，我们家大公子身受重伤，你们皇城司把他抓走，他会没命的。快来人，快叫家主！大小姐，快救救大公子！大公子刚才心急发作，他疼得厉害，他一直喊大小姐。
孟姨娘，这是黄承思在抓人，只要大哥无罪，黄承思也不能拿大哥怎么样。至于大哥的心急症，我配了药丸放在他床头，你没有拿出来给他吃吗？妾身忘了，大小姐，妾身求你和晋王殿下求情，叫晋王殿下放大公子先养伤，养好了再进黄承思。无知妇人，你当黄承思是过家家，想什么时候进去，由得你一个妇道人家做主？大小姐，大公子这样进去，他会死的。我知道了，晋王抓他不过是为了拿捏沈正一，逼他认下我放出去的圣岛消息。沈正一若保儿子，就得乖乖跳进晋王的局；若舍弃儿子，便等于替我拔了沈晨霄这根刺。你先起来。沈大小姐，等你爹回返后，你告诉他，让他来黄承思喝茶。本王带着沈大公子在牢房等他。大姐姐，你刚才叫那个男子什么？他是晋王殿下贵妃娘娘的儿子，刘太后的刘家也是晋王的母族。太后刘氏，那这么说，连咱们的皇后姑母凡事也要听太后娘娘的。当今皇上正是太后所出。罢了，我同你说这些做什么？孟姨娘，立刻叫管事去马棚牵一匹快马给我，我这就抄近道去皇宫等父亲。你跟晋王殿下很熟吗？我方才可是听到了，他是不是唤你一声妹妹？对，我曾在宫中生活过2年，太子、晋王都曾是我儿时的玩伴。青梅竹马又怎样？太子殿下现在还不是被我迷得神魂颠倒？若是我借机再把晋王也拿下……大姐姐，你是不是要找爹爹？是不是要去黄承思喝茶？我陪你一块去找爹爹吧。孟氏，你去安排辆舒服点的马车，我要同大姐姐一块入宫找爹爹。二小姐，大小姐是要立刻入宫救大公子的命啊！大公子在朝雨里等不得啊！求你让大小姐骑马去吧。可我不会骑马呀！你这贱妾是不是故意在为难我？快去备马车！要是耽搁了本小姐耽搁时间，你担待得起吗？大小姐，您快劝劝二小姐吧，大公子他在里面。大公子，你不把我放眼里，还敢磨蹭不备马车？你想拖延时间害死我大哥？妾身这就去安排马车。哼，低贱的妾室就是欠收拾，连本小姐都不放在眼里。外面怎么乱哄哄的？他们在喊什么？奴婢这就出去看看。夫人，外面有一群乱民，把咱们沈家大门堵死了，疯狂朝里面泼粪。二小姐刚好要出门，被泼了结结实实一身的粪水。沈莲，他这个时候出府做什么？回夫人，大公子被晋王带着黄承思的人抓走了。大小姐本打算骑马入宫求救，二小姐非要闹着备马车一块儿去，这才正好撞上了外面的乱民。沈莲，你这个祸害！夫人，别过来，滚开！二小姐，你别再跑了，求你停下吧！快去把前面的院门堵住。你们几个去厨房抬几桶热水来，给二小姐好好洗洗干净。别管我，打死这些贱民，打死他们！二小姐，是我们，您别乱动了，快洗洗吧。大小姐，打探清楚了，大门外闹事泼粪的，全都是跟随太子和家主去怀州府剿匪却死在战场的御林军家属。哦，现在外面都在骂家主杀死了御林军，还有人说圣岛上根本就没有水道，是家主为了骗去统皇室的吴侯，故技一拳，故意设局，
事后为了莫少岛杀了所有士兵，现在死者家属激愤异常，咱们神府所有的出入口全被死死包围了。利用死者家属闹事，把圣岛的秘密当众撕开，逼得皇帝不得不彻查。靖王这招借力打力玩得漂亮。花荣，你立刻去找沈家的暗卫，让他们想办法从狗洞出去，给我爹传一封加急信，告诉他靖王殿下把我大哥带去皇城司了。知道了，大小姐。大小姐，是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沈婉，你太过分了！竟然纵容这些奴才如此折辱莲儿，你简直……别过来！别碰姑！快把二小姐带回院子洗干净！快拉走！臣女参见太子殿下。沈莲身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回殿下，大哥被靖王抓走，二妹妹心急如焚，非要出府，谁知刚出大门就被外面闹事的百姓泼了好几桶夜香残羹。二妹妹惊慌失措，满院子跑，这地上的东西都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水，给姑打水！沈婉，快去给姑打水！殿下，这是臣女亲手调制的安神香。快，给姑熏熏。太子殿下，靖王殿下强行带走了大哥。臣女听到外面的闹事者都在传，说爹爹为了探没军火，在圣岛害死了几千御林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爹爹他会不会出事？姑知道，靖王想借机诬陷沈家。母后知道沈家被人围困，特意让姑出宫处理此事。你爹也不会有事的。御林军就是剿匪战死的，靖王他根本不能把你爹爹怎么样，你放心吧。太子如此有恃无恐，唯一的可能就是沈正一这只老狐狸，在回京的路上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太子殿下，救救丞相吧，他被靖王带走了。娘亲，您放心吧，太子殿下方才已同女儿说过了，爹爹和大哥都不会有事的。沈夫人放心，母后特命姑来处理此事。哼，外头那些刁民不过是想要点陪葬费，姑已派人安抚，你们把心放肚子里。多谢殿下。太子殿下，二小姐留步，殿下还有政务要处理，不便靠得太近。既然这样，那臣女先告退。姑刚才怎能那般嫌弃莲儿？这府里除了姑，根本没人会心疼她了。莲儿，等等姑！太子和你妹妹怎么回事？太子方才为何躲她如蛇蝎？妹妹刚出府门就被泼了满身的夜香和石残，殿下刚好出现在院子，妹妹一时激动，就带着一身的秽物直接扑进了殿下的怀里。这个蠢货，他还要连累沈家到什么地步？不行，绝不能让他做太子妃，迟早害死整个沈家。岁岁，太子殿下没有那么快离开沈家，你要把握好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娘亲的意思是，想尽一切办法把生米煮成熟饭。只要你成了太子的人，太子就只能迎娶你为太子妃。至于镇国公府那个快要死的谢玉墨，娘自会善后，让你那个不争气的妹妹代替你去守寡。一切全凭娘亲做主。主子，按您的吩咐，那批署名玉公子的文章已经散入文人学子手中。如今上京城的文人全在暗指沈正一贪墨军火，屠杀御林军。外头闹事的老百姓已经被彻底煽动，皇上正连召集大臣议事。沈府现在什么情况？沈家大门紧闭，今日清晨沈家二小姐出门被泼了一身粪水，大小姐躲得快，安然无恙。沈家如今成了众矢之的，若是沈正一挺不过去，他必定受牵连。太医还在外面守着。是。
你过来替我躺着，我要去神府。主子，太冒险了，外面全是眼线。正因如此，我才必须去见他。大小姐，夫人说太子殿下正在西河堂看望老夫人，让您立刻过去伺候。这香是夫人特意吩咐奴婢带来的。为了保住沈家，金妙仪竟然给我这种夏季的催情香去爬太子的床。金羽，你今年17了吧？是。之前母亲并没有打算让你外嫁，想把你留给大公子做通房，将来生下一儿半女，再抬你为妾室。这在府里本该是你极好的一条出路。只可惜啊，天有不测风云。王管事是你的父亲，纵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二小姐一回府便随意打杀了他，毁了你们王家，断了你的好前程，连我看了都内心愤愤不平。金羽，你就不想为你父亲报仇？奴婢从未动过这个念头。你畏畏缩缩，那就只能看着你父亲枉死在二小姐的手里，怒其不争，枉为子女。可怜王管事在沈府兢兢业业一辈子，也没在沈家落得一个好下场。先前夫人允诺过奴婢，等大公子从怀州府回来，就让大公子收了奴婢。后来奴婢的父亲被乱棍打死，夫人她就同意了孙婆子的求亲，准备把奴婢嫁给孙婆子的傻儿子。大小姐，求大小姐指点一二，奴婢该怎么做？我见犹怜，花容月貌，嫁给一个傻子，可惜了。这不就是你的机会吗？可是太子殿下连大小姐都不要，奴婢又怎么……你错了，他只是不肯让我当太子妃，并不代表他娶了太子妃便不再要别的女子。你若想活命，仅仅是躺在太子身边是不成的。你要对太子说。奴婢明白了，多谢大小姐赐教。是我，谢玉姐。去那边墙角查仔细点。刚才那个丫鬟，我都听见了。沈家内院守卫森严，你怎么找到我的院子的？我挨个院子扒瓦片找的，第一个就扒到了沈莲的醉莲君，他刚好在撕脸上的药膜。我终于明白沈家当年为何要偷换千金了。若是太子发现，必定会吞。到时候沈家一定会逼你顶替他当太子妃。安宁，我想娶你，你早点嫁给我，成吗？成。那我立刻回去准备聘礼。阿景，你现在是个重度昏迷的商人，要准备也不是你来准备，你得继续躺着。我都躺着了，怎么娶媳妇儿？别急，沈正一和太子如今可是迫切地盼着我早日嫁入镇国公府，所以咱们的婚事他们会比你还急。他们想利用你来害我，原来是打的这个算盘。那我现在只需要等着。不行，你想要娶我，还得铲除一些阻碍，要不然你我的婚事恐怕没有那么顺利了。你是说你母亲？她确实有些难缠，手段也不太光明。她不是我母亲，而且金妙仪并不是我们的阻碍，真正的阻碍是沈承霄。沈承霄他不同意你我的婚事。你可知沈老夫人从马车上摔下去的事情？知道，跟你有关。是啊，昨夜他叫我去西河堂，想给我换个身份，做沈承霄的妻。沈承霄他一直觊觎我。这一家真是龌龊，竟要叶宁一个鲜活的生命去做那废物的妻。况且沈启霄可是他名义上的大哥，他们太过分了。老夫人吃过夜宵，本打算入宫找皇后解除你我二人的婚事，不过我在她的食物里加了一点料，让她救急发作，避免了这一遭麻烦。我虽然卸掉了皇承嗣职位，但里面还有我的人。你想怎么解决沈承霄？我让人直接在里面动手。
我不要他死在里面。这包药粉你叫人混在水里，让他喝下去，他身体的疼痛会加倍，也会大伤元气，没有1-2个月怕是醒不过来。等他醒来，你我的婚事早已成定局。懂了，想让他生不如死，这个我最擅长。你等我，等我来娶你。太医也下了最后诊断，阿锦的身子，这2日若是醒不过来，日后恐怕就再也醒不了了。夫君说的没错，我们明日就应该入宫求旨退亲，绝不能耽误了沈家姑娘。只是可惜了那姑娘，我瞧着阿锦接到赐婚圣旨时，也是满眼欢喜啊。怪咱们儿子没那福气，退了吧，你莫要再纠结此事。谁在那里？夫君，外面有人。主子，您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该吃药了？我又没病，吃什么药？叶宁怎么没告诉我？我娶妻路上最大的障碍不是沈家，而是我亲爹娘啊！混进水里，让沈承霄喝下去。是。回来！主子还有何吩咐？有没有喜欢的姑娘？遇到阻碍怎么解决？主子，入隐卫要断情绝爱，属下不懂喜欢，但属下知道，您今夜是去见沈大小姐了。您若是真怕夜长梦多，不如趁着国公爷明日要入宫，让国公爷去求皇上，提前安排您和沈大小姐完婚，借此契机用喜事冲去眉头。您也可以顺理成章的借新婚之名苏醒，俗称冲喜。好主意！不愧是本世子的人。过来。国公爷，您趁热吃口包子垫垫肚子吧。昨夜为了世子爷的病情，您和夫人一夜未眠。等会儿还要进宫面圣，去求皇上退了这门亲事，您可千万得撑住精神啊！哎呦，你们听说了吗？我隔壁村那个当兵的黄大谷的儿子重伤昏迷了3年啊！3年啊！上个月他们家给他买了个媳妇儿，你们猜怎么着？怎么着了？成亲当晚，冲喜的媳妇儿一进门，黄大狗他儿子当场就睁眼醒了，现在活蹦乱跳的，可神奇了！这事儿传遍了10里8乡别买了！国公爷，怎么了？你拿着我的腰牌去宫门口跟禁军说，我今日身子不适，向皇上休个病假，提教回府。夫君，你不是入宫去求旨退亲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不舒服，就是刚才路过包子铺，多吃了几个肉包子，闹肚子了。你们全都下去，把门关上。夫人，退亲先缓一缓，咱们早日把沈家大小姐娶进门吧。这岂不是趁人之危？夫君，你到底怎么回事？为何突然改主意？夫人，你听过冲喜吗？这怎么行？冲喜对女子何其不公！神父娇养的姑娘怎么会愿意嫁过来守活寡？今早街头都在传，有个昏迷3年的老兵买了个媳妇冲喜，成亲当晚就睁眼了。死马当活马医，你在家等着，我亲自去核实。若是真的，我立马入宫求赐婚。冲喜就是拿活人挡灾，若是没成，岂不毁了姑娘一生，造了天大的孽？夫人，去普华寺祈福的马车备好了，还去吗？去，现在就走，去求个姻缘签，佛祖点头，我才敢信这冲喜的法子。真行了，这老三的媳妇儿居然还懂医术。上签好啊，普华寺的签最灵验了。况且我去看了，那皇家的老兵果真醒了，这绝对是老天爷给咱们阿锦的暗示。我这就入宫去向皇上求早日成亲。等等，夫君，
万一，我是说万一，沈大小姐嫁过来后，阿锦并没有苏醒，甚至身子更加糟糕，没挺过去，那我们岂不是耽误了人家姑娘的一生？若阿锦真有不测，那我们就把谢父所有的家产全都补偿给他。若沈家嫌弃他，不肯接他回去，咱们谢父就养他一辈子。我谢父就是他的娘家，老夫亲自为他撑腰，绝不让别人叫他受半分委屈。好，也许咱们阿锦的命没那么糟糕。夫君，你入宫吧，我现在就回府，为沈大小姐准备最丰厚的聘礼。好你个金羽，夫人明明答应把你配给我儿子，你竟敢跑来佛院偷人！你们就是毫无招比！放肆！看我不打死你们这对狗男女！来人啊，捉奸呐！住手！你打的是太子殿下！你这贱丫头也妄想爬太子的床，你配！太子殿下，奴婢瞎了狗眼，不知道是您。殿下恕罪，奴才救驾来迟。胆敢以下犯上，把这贱妇拖出去，乱棍打死！去琳琅阁，把沈婉给姑押过来。大小姐，太子殿下传您速去西河堂回话。西河堂那边闹出什么动静了？回大小姐，京宇和太子殿下在老夫人的佛院里。今早孙婆子进去打扫，正撞见两人躺在地上，孙婆子当场揍了太子。孙婆子今天可是奴婢特意指派过去的。干得不错，替我梳得端庄些。好戏开场了，可别让咱们太子殿下久等了。岁岁，你怎么从琳琅阁出来？你昨夜……娘亲，我昨夜一直在琳琅阁睡觉呀。怎么了？那京宇呢？他没有过来找你？夫人，京宇昨夜就没回南仙阁。娘亲，京宇昨晚也没来我这儿呀。好得很，走，去西河堂。沈夫人，这个罪奴胆敢以下犯上，殴打储君，太子殿下已下令当场乱棍打死。哼，夫人，大小姐，请吧，太子殿下在里面等着二位呢。沈婉，你真的令姑太恶心了。太子殿下，不知您为何要这般羞辱岁岁？沈夫人，姑都知道你昨夜的龌龊安排了，姑对你真的太失望了。京宇，你在太子殿下面前说了什么，让太子殿下如此误解大小姐？夫人，站起来。夫人，对不起。好你个贱婢，竟敢背主爬床！你……她现在是姑的女人，沈夫人，你动她一下试试。太子殿下，昨夜之事全是臣妇自作主张，与岁岁无关啊！您与岁岁自幼青梅竹马，为何现在就不愿看她一眼？她是我们沈家千娇万宠的掌上明珠啊！掌上明珠？那莲儿呢？你们把莲儿丢在庄子上养病，可有关心过她死活？姑当着外祖母的面说得清清楚楚，姑只要莲儿这个太子妃。你是不是以为有母后撑腰，姑就不敢动你们？你这么喜欢攀龙附凤，姑偏不如你的愿。你是李仙一的徒弟，自诩医术超绝，镇国公府谢小公爷重伤昏迷，姑命你即日起以医女的身份入镇国公府医治。他若不醒，你这辈子休想踏出镇国公府一步。太子殿下，不可，万万不可！有何不可？你倒是说个理由来听听，否则姑今日定连你也一块重罚。世家皆知，殿下与我沈家嫡长女自幼订婚，所有人都认定沈婉才是未来的太子妃。臣妇把最完美的贵女送到你面前，您却选了沈莲。
沈莲她一直在装子养病，从未学过宫规礼仪。臣妇是怕呀，怕她在皇上太后面前失仪，担不起太子妃的福泽呀。沈夫人不必担忧了，皇祖母已经看过了莲儿的画像，她十分满意。皇祖母说，沈夫人当年闺中时才貌双全，惊才绝艳，而莲儿颇有沈夫人当年的容貌风采。沈夫人质疑莲儿，岂不是在质疑你自己？拿那愚蠢粗鄙的丑八怪跟我比，我当年风头不输岁岁，可是满燕京少男的梦中人。当年就连沈正一也是对我见色起意，不惜动用军功强行截胡了我原本的姻缘，才将我娶到手。我这般的倾城巨色，太后竟然拿沈莲那种地上的污泥来跟我这朵娇花相提并论。太子殿下，不必再说了，你与其在这里担忧莲儿，不如回去好好教她规矩，而不是趁着舅舅和程潇下狱的时候，还在后宅里百般算计。太子殿下，晋王带了很多皇城司的士兵与外面的闹事者交谈，沈大公子也被带回沈府了。萧儿回来了，那老爷呢？老爷回府了吗？回夫人，没看到沈大人。晋王，沈夫人，你身边这个丫鬟就留给莲儿吧，等莲儿入宫，让她做陪嫁丫鬟。昨夜的丑事，姑绝不希望让莲儿知道半分。奴婢谢殿下恩典。娘，算了，你莫要再为了女儿惹得太子殿下不高兴。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就这么去镇国公府，你是我沈家的天之娇女啊！天之娇女，你哪里是舍不得我？分明是因为你那个亲生女儿沈莲如今太过粗鄙，你实在带不出手罢了。都是你！你到底跟太子殿下说了什么，让他这般误会大小姐？回去先点燃这香，等香燃到差不多时，你就跪在太子脚边，把静妙仪今晚要算计他的计划一五一十的全盘托出，只有这样他才会信你。接着，你再趁机向他表露心迹，告诉他你默默仰慕了他10年，高高在上的储君，在药效的催动和这种不求回报的痴心面前，又岂能不感动？夫人，奴婢对不起您。你这贱人坏我好事！娘亲，大哥还在外面等着我们，何必为了一个没有名分的婢子动气呢？你就留在二小姐身边好好伺候，旁的心思你也别想了。你别忘了，你母亲还在沈府当差呢。夫人，你怎么忘了？我娘早就被你一句话罚了20章，没能挨过去，已经死了呀！岁岁，娘定会替你打算。等会儿你看着大哥，娘这就入宫去求。夫人，夫人不好了，二小姐她又跑出去了。二小姐又怎么了？府里都在传晋王殿下奉旨来处理外面的乱民。二小姐一听到晋王，整个人激动的不行，非说自己认识一定要出去见一见。奴婢根本劝不住，也不敢来，她已经冲出内院了。沈莲怎么会认识晋王？这蠢货想干什么？太子殿下还在府里，叫他撞见可如何是好？快去拦下二小姐！太子殿下，那不是沈二小姐吗？莲儿，莲儿，太子殿下，您怎么还在府里？殿下，您的脸……二小姐，太子殿下脸上的伤是阴坛外面那群乱民时所伤到的。天哪，那群刁民竟连太子殿下都不放在眼里。莲儿，姑没事，你怎么出内院了？是不是听说你大哥被带回来了？很担心他。沈丞相回来了，我怎么完全没听说？不管了，先应下再说。是，莲儿十分担心大哥的安危，因为大哥的事，莲儿一夜都没睡好。二小姐，您昨晚明明睡得跟猪一样，那打呼噜的声音比雷还响。莲儿放心，姑有人在皇城司，晋王不敢对你大哥动刑。外面那些闹事者实在太猖獗，你莫要出去了，以免再被误伤。姑今日定还沈府一片清宁。多谢殿下，
莲儿不怕，因为莲儿有殿下保护着。本王定不会让丧生在怀州府的御林军将士白白枉死，由本王亲自监察此案，望诸位遇难掐数，给本王一些时间。是他，那个在1年前在市井中赤退顽固，将我从地上扶起来，还送了我一串铜板的谪仙公子。他竟然就是晋王！晋王殿下都出面帮沈府处理这些人，沈家的人更加不应该当一个缩头乌龟。我要让他看到我的大格局。莲儿，殿下说的没错，晋王殿下方才的一番话，也是我们沈家的决心。你是谁？有人说是沈府的人害死了御林军，你们必须给个交代。没错，给个交代。我是沈家第2小姐，未来的太子妃，今日出面正是代表沈府。你们的请愿，我和晋王殿下及沈家众人都看到了。晋王绝不许有人滥杀将士。是以，我父亲现在还在皇城司接受审查。若我父亲真的有罪，沈家必定大义灭亲，绝不姑息。大义灭亲！晋王殿下看我了，他一定是被我这种深明大义、勇敢善良的奇女子给深深折服了。当然，若怀州府剿匪一案与我父亲无关，我们也绝不会对诸位坐视不管。我父亲身为此次剿匪行动的领袖，令众多将士牺牲，身为统帅，也理应有一半的职责。快把你妹妹拉回来，让她闭嘴！是以，我沈家愿意开库房，拿出1万两金，补偿在场每一位死者的家属。这些补偿是沈家单独拿出来，给死者家属的精神损失费，后续还会有死者的抚育金，我沈家也会负责到底。1万两黄金，1两金等于10两银，沈正义1年的死俸禄也不过区500两。沈家若是真拿得出这笔钱，便是坐实了贪墨军粮的死罪；若是拿不出，便是失信于天下，要被这群暴民活生生撕了。这蠢货是要拉着整个沈家满门抄斩啊！这二小姐，少说也有1两千号人，您打算每人补偿多少文钱？去开库房？什么几文钱？在场每位家属1人1两金，就在大门前搭棚子，让他们排队领。夫人晕厥了！晕？好戏才刚刚开场，母亲怎么能晕呢？你得睁大眼睛，好好看着你的宝贝女儿是怎么孝敬你的呀！多谢二小姐，多谢沈府。莲儿，你做得很好，快随娘亲回府吧。原来你就是沈家的2小姐。臣女正是沈府嫡次女。晋王，沈莲是孤的未婚妻，离她远点，滚！太子殿下，微臣奉旨行事，查完自会走。不过，剿匪一案还要劳烦太子随臣去趟皇城司，录几份口供。姑知道了。莲儿真是太善良了，明明她才是受害者，却能以德报怨，宽恕这群刁民。这才是母仪天下的胸怀。而沈婉满眼算计，只会玩弄后宅争风吃醋阴谋手段，简直恶心至极。她根本不配做姑的太子妃。莲儿，外面的事交给管事，你先回府。对，太子殿下说的对。随娘回府。晋王殿下，今日之事有劳了。沈莲，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在说些什么？咱们家哪来那么多银子补偿外面那些人？你当沈家开钱庄的吗？娘，你怎么回事？我这也是在做好事，更何况他们还看在我的面子把大哥放了，要不然大哥早就死在门外了。你，夫人保重身子啊！
你爹1年的俸禄也就500两，500两还要供1府的人开支，你一口气就要给外边的人每人发1两金，你算没算过1两金是多少两银？1两金就是10两银，外边少说都有2000余人，那可是几万两的银子。你就是把我们的沈家宅子抵出去卖掉，也拿不出那些银子补偿外边的人。假若是拿得出来，明日督察院就会按你爹一个贪腐的罪名，到时沈府所有资产都要被朝廷控制，你爹还在狱中，就会多加一条罪名。你闯祸了，你知道吗？那若是发现爹爹贪腐，我们沈家会怎么样？依我朝律法，按贪腐的金额来定罪。若查出沈府超数万两金官银，抄家流放，贪污数额再往10倍翻一番，便要斩首示众；若是数额再大一些，便要株连9族。那我刚才是不是说多了补偿的银子？我不想死，我真的不知道沈家拿不出来。府里的人都说三哥哥很会赚钱，他出海每次都能带回很多好东西，上京城贵圈的人都要来三哥这里买东西。我以为三哥哥他有。快闭嘴吧！娘，我知道错了，可刚才话都出去了，若是不发，我不成了骗子，我该怎么办？这件事情你不要再管了，快带二小姐回醉莲院。安管事，你去开库房和粮仓，给外面的人每人发10文钱，5斤精米，跟他们说些好话。若是有人听到二小姐刚才说的话，你便说他们听错了。二小姐说的是每人发10文钱，还给5斤精米。后续沈家也会慰问烈士，朝廷也很重视此次的事情，一定要好好安抚民心，别让他们再闹了，绝对不能再让事情发酵下去了。对沈家，对老爷现在的处境都很不利，丢官职事小，若丢了命，可就事大了。夫人，大小姐，快去看看大公子，太医束手无策了。大公子现在什么情况？昏迷着，可一直惨叫喊疼，背全化脓了，汤药喂不进。穗穗，快去看看你大哥，你大哥昨夜在牢里，定是吃了大苦头了。苦头？这才哪儿到哪儿？前世阿锦身受重伤，日日承受钻心入骨之痛，沈承霄如今承受的痛苦，都是沈家自作的孽。太医，我儿他怎么样了？夫人，大公子伤口化脓，一直昏迷，哪怕睡着也十分痛苦。大公子，你快醒过来呀！你在做噩梦，大小姐没有死，她真的没有死啊！他在做关于我的梦。大小姐，大公子一直喊您名字，他做梦都在想您。闭嘴！遇事只知道嚎丧啼哭，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再敢在这里惊扰大公子，就给我滚出去！大小姐，大公子他其实根本离不开。大小姐他竟什么都知道，他知道大公子对他存着那种见不得光的心思。穗穗，快去看看你大哥，先让他醒过来，他在做噩梦。是，母亲。大小姐当真是神乎其技啊！大公子睡安稳了。睡安稳？我不过是封了他的痛诀大穴，让他彻底陷入重度昏迷罢了。夫人，镇国公亲自递了拜帖来，说想与您谈一谈大小姐与谢小公爷的亲事。他怎么亲自来找我？也好，我正愁找不到机会退掉这门亲事。沈莲那个蠢货，迟早要把沈家拉下地狱。只要穗穗一直是未嫁之身，将来太子回心转意时，我沈家便还有翻盘的筹码。穗穗，你留在凌风军看着你大哥，我出去见下客。母亲慢走。沈大小姐，大公子体内的残毒加重了，您看是不是在用您之前的解毒药方？罗太医，你那个庸医儿子前世砍了我二哥哥的双腿，你这颗项上人头先且留着，拿罗家开刀的日子很快就到了。那就按我的方子，
原来的伎俩多加一位紫花地丁。沈大小姐不愧是李仙一一眼相中的医学天才，若太医院能有您这样的医女，下官又何愁那些疑难杂症呢？罗太医过奖了，能进太医院的个个都是熬了数十年的真材实料，我一介晚辈怎敢拿师傅的威名傲立太医院？我倒是听说罗太医不到40便能直接越过诸位前辈，一跃执掌太医院，可见罗太医才是太医院真正的天才。下官再如何也是远不及李仙医的，若有幸能请李仙医到太医院商讨病状，那才是我朝之福，皇上定会十分高兴。请我师父入宫，前世我师父的死与你脱不了干系，这辈子你休想再把我师父骗进那座坟墓，更别想再毒害阿锦。若有机会，自会同师父说起。既然如此，那下官就静候佳音了。今日沈府遭逢变故，事务繁多，下官等就不在这儿添乱了。大小姐留步，我们走吧。大小姐，那天晚上老夫人出事前，是不是跟您提过大公子的事情？你说的是哪件事情？大公子他喜欢大小姐。孟氏，你可以为了讨好我大哥去做任何事情，但你把主意打到我身上，伙同老夫人算计我的姻缘和我的人生，只要我让你死，一句话就够了。妾身错了，求大小姐饶命，妾身再也不敢了。我大哥已经躺在那儿了，你换个角度想，你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他身边只有你一个妾室，你好好把握，将来做我大嫂好好伺候他，不比什么都强吗？可是大公子以后，他的身子好不了了，毒中心脉、耻骨之痛将伴随他到死。那大小姐为何要骗夫人、骗大公子？不叫骗，这叫希望。人总要有点希望，才能熬过那一次次钻心之痛。孟氏，你当初那个情郎是被我大哥派人吊死在房梁上的吧？我若是我大哥，将来娶了正门主母，定会第一时间赐你一条白绫。没有哪个正房娘子能容忍一个生了6个儿女的妾室在眼皮子底下。一旦他娶妻，我必死无疑。我不想死，绝不能死。2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风姿不减。今日他避开众人独自见我，定然是心里还放不下当年那段情。谢郎，沈夫人。谢郎，坐吧。沈夫人，还是换我镇国公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在怪我？对不起，当年你我2人的婚约，我今日来是来谈我儿与贵府千金的亲事，眼下谢家也无旁的法子。一开口就提当年，他心里分明还怨着我，爱着我。听说谢小公爷至今昏迷未醒，此次前来可是为了退亲一事？你是想由我们沈家开口向皇上解除2个孩子的婚约？我不是为退亲一事，我是想告诉沈夫人，我们谢家打算让沈大小姐早日过门。什么？是谁的主意？谢夫人希望我的女儿早日嫁给你那醒不过来的儿子。你们谢家是想借着办喜事给你儿子冲喜？不是我夫人的主意，是我的主意。谢灵，你是不是在报复我？那你冲我来啊！你别对我的女儿下手！你让我女儿这个时候嫁过去，岂不是在葬送她的未来？沈夫人，我从未想过要报复你。你说的没错，我们就是想早点帮阿锦娶媳妇，她现在须得有个贴心之人照顾。我今日上门是提亲，不是退亲。谢灵，你敢在我长女身上打主意试试？你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你怎么变得这般可怕、自私自利？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你太让我失望了。我沈府近日事务繁多，没空招待你。送客。夫人，
圣旨，有圣旨，是皇上身边的高公公亲自送来的。那一定是老爷被赦免无罪，我就知道老爷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此劫，定是有奸人陷害老爷。是啊，夫人，您慢点走，咱们快去接旨。夫人，镇国公刚才同您说了什么？哼，妄想娶我神府嫡当女，让穗穗嫁过去给他那半死不活的儿子冲喜。天哪，镇国公竟然这般自私啊！幸好当年没结亲，武夫出身，粗鄙自私。你大哥现在如何？很好，太医已经熬了药，让孟姨娘喂下去了。那就好，你爹爹应该也快被放回来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国公之子谢玉锦与沈尚书之女沈婉天成家某特赐予成婚之恩，婚期钦定3月初3为婚礼吉日，钦此。3月初3，那不就是明日？沈夫人，接旨吧。夫人，高公公让您接旨啊！臣妇领旨谢恩。恭喜沈夫人，贺喜沈夫人。有劳公公跑这一趟，宋嬷嬷，看赏。好手段，为了给你那半死不活的儿子找个陪葬的，你连这张老脸都豁出去了。沈夫人，夫人，镇国公夫人带聘礼来下聘了。开库房，迎镇国公夫人入府下聘。沈夫人，既然圣旨已下，明日的婚嫁事宜，我们两家是否……你去接待镇国公和镇国公夫人，婚嫁礼仪之事就按我们沈府的规矩来办。只要是他不顺心的事情，他定会在背后使计搅黄。阿锦和沈大小姐的婚事，真的能顺利吗？请前往偏院议事吧。偏院？我堂堂国公，带着圣旨上门商议赐婚，竟被他如打发下人般赶去招待猎客的偏院。穗穗，明日迎亲前，绝不能踏出这南香阁半步。娘，不想我嫁入谢家，前世可不是这样。前世为了帮沈莲抢夺太子妃之位，金妙仪就是在这间房里亲手把加了料的酒递到我嘴边，把我迷晕塞进了谢家的花轿。没想到风水轮流转，同样的换亲毒计，这辈子您又要再演一次了。只不过这次被换掉的成了您的亲生女儿。太子如今只是鬼迷心窍，不知你的好，等他有朝一日发现妹妹脸上的胎记，定会后悔。你若想当太子妃，谢家这个火坑你就绝不能跳。可是赐婚的正旨已下，沈家明日必须嫁出一个女儿，莲儿嫁过去给那活死人般的谢家长子冲喜，最适合不过了。沈莲那个灾星命硬，克得我沈家气运衰败。既然非要嫁，那就把她送到镇国公府。要去克，就让她去克死谢家。可太子殿下若是发现是二妹妹替嫁过去，定要大发雷霆吧？不会的，女子面容破相，按律不得入宫选秀为妃。等莲儿嫁入谢家成了定局，我自会找机会将莲儿脸上有胎记的事透给太子。太子是个聪明人，怎会不懂得权衡利弊？穗穗，你明白了吗？女儿明白了。金妙仪，你大概永远也猜不到，这场看似绝境的赐婚，本就是我和谢玉锦亲手谋来的。上辈子错嫁成婚，谢玉锦待我不薄，镇国公夫妇把我当成亲女儿一样宠爱，弥补了我在沈府受到的委屈与伤害。你留在房里哪儿也别去，旁的事情母亲自会替你安排妥当。谢灵啊谢灵，你不是想替你儿子求娶我金美依的女儿吗？好，那我就把我的亲生女儿送过去。至于穗穗，
你那短命的儿子根本不配。夫人，人都打发走了，您要不要看看谢家下的聘礼？镇国公府的底子果然厚得惊人。周氏那个商户女虽上不得台面，赚银子倒是一把好手。这聘礼的价值，怕是连皇室都未比得上。只可惜他那半死不活的儿子，不配娶我的福星岁岁。看来谢家是真心诚意想娶大小姐过门啊！那又如何？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沈家的嫡长女有那么容易娶？更何况他儿子都那样了，这点补偿算得了什么？那夫人打算如何分配大小姐的嫁妆？把聘礼里面的珠宝首饰、金银，还有价值连城的古玩字画，全都划到二小姐的名下。二小姐的名下？夫人是想把谢家送来的聘礼划到二小姐的嫁妆里，将来带入东宫？不，你错了，我根本没打算让大小姐嫁进谢府。夫人是想让二小姐替大小姐嫁入谢房？岁岁知书达理，容貌出众，她才是太子妃的不二人选。太子眼下只是不知实情，才错把莲儿当成明珠。等莲儿替嫁入谢家成了死局，我自会找机会让太子看到莲儿脸上的那块丑陋胎记。等他亲眼看过，就绝不会再想要莲儿做他的太子妃了。嬷嬷，你必须帮我！自从莲儿回府，咱们家频频出事，老夫人昏迷，老大重伤，老二断腿，老爷还在狱中。你再看看莲儿今日在门外那副蠢笨的做派，她若真嫁入东宫，只会把整个沈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绝不能眼睁看着她毁了我的夫君和儿子。夫人，这等违抗圣旨的死罪，您绝不能亲自动手。等谢家发现新娘被换，您就只当毫不知情，后面的事全包在老奴身上。若是有老奴这个恶奴暗中调包新娘，皇上好歹还有个台阶上，大不了就是处死老奴罢了。这事儿，夫人必须干干净净。宋嬷嬷，我怎能让你替我？夫人，既然主意已定，开弓没有回头箭，眼下可不是咱们掉眼泪的时候了。明日谢家就要来迎亲，这偷天换日的事儿，还有千头万绪的细节等着咱们去布置，出不了半点差差。这做戏要做全套，这第一桩便是这嫁妆，夫人究竟打算如何分配？莲儿不懂算账，便在金银上多补偿她。岁岁懂得掌家经营，就把谢家送来的铺子地契全都划到岁岁名下。再从我的嫁妆里划出一大半金银首饰，还有母亲留给我的金莲簪花，也添给莲儿。莲儿总归是我的亲生骨肉，这方面我绝不亏待她。你去和莲儿说，让她把身边的宫女太监都使唤到前院去帮忙布置彩绸。娘，你不是说咱家拿不出银两补偿外面的暴民吗？我看谢家送来的聘礼箱子里有好多金银，咱们随便抠出一点就够补偿啦。这样既不会被人弹劾爹爹贪腐，又能挽回我的面子，还能为我这个未来的太子妃造势呢。我是不是很聪明？蠢货，简直是愚不可及。二小姐说了这么多，先喝口茶润润嗓子吧。哦，谢谢嬷嬷。莲儿，咱家真的折腾不起了。你要行善，日后就去了镇国公府，随你折腾。以谢家提亲的态度，镇国公这个人总会看在娘和他曾经的情分，好好待你这个儿媳妇的。夫人，外头铺子都关了，伙计全回府帮忙，一夜足够布置出来了。夫君，你看这宅子多喜气，我相信冲喜定能给阿锦带来好兆头。走，我们进去告诉阿锦，明日就是她成亲的大喜日子。阿锦，是娘和你爹近日去沈家提亲了，明日你就要和沈家大小姐成亲了。夫君，你从沈府出来便一直眉头紧锁，你不高兴？我自然替儿子高兴，我只是觉得……国公爷，夫人，方才沈府的管事过来说，明日成亲，新郎不来接亲，那拜堂的环节也就省了。沈府还说，新娘子不下轿，花轿直接抬进小公爷的院子里。罢了，到底是冲喜，
沈家提些别的要求也无可厚非，就按沈家的要求办吧。夫君，你方才想说什么？夫人有所不知，今日在沈府，我察觉到那沈夫人看我的眼神简直厌恶至极。她其实是想让我们谢家退亲。什么？那这样强行赐婚，岂不是要结成怨殴？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总觉得明日的婚礼定会出事。别瞎想了，圣旨已下，难道他沈家还敢抗旨不成？贝马，我要去一趟沈府。以京妙仪的歹毒手段，他是绝不会让叶宁顺利嫁过来的。你怎么来啦？脸都吓白了。何止，魂儿都差点吓没了。真不敢想，有朝一日太子若是发现身旁躺着这么个夜叉鬼，会不会直接疯掉？阿锦，我能在怀州府护住你，就不会在这里把你弄丢了。这场婚礼是你所谋，也是我所求。明日，我一定会顺顺利利入你的绸帐，做你的女人。你知道我爹娘方才在我床边说什么吗？他们怕你我结成怨婆。可我觉得我们不会变成一对怨婆，能入你眼的，那一定是两情相悦的感情。不只是两情相悦，更是天成家宝，两世情缘。这不是和我娘求的签文一模一样？普化寺也有你的人，你在我娘的签文上动了手脚。那签筒里所有的签都被我换成了上上签，不管掉出哪一根，咱们俩都只能是天作之合。对不起，我没忍住。那就别忍了。大姐姐的嫁妆箱子简直像流水一样，好多啊！靖宇，我大姐姐已经嫁出去了吗？回二小姐，天还没亮，大小姐就出门了。夫人可是准备了10里红妆，您瞧见的不过是尾巴，前头大半早抬进镇国公府了。夫人可是掏空了大半提里钱，才凑出这排场。只不过她以为花轿里坐着的是你这个蠢话吧？既然我大姐姐的排场这么大，那我将来可是要当太子妃的，那我岂不是得比她的嫁妆多2倍？二小姐，您的未婚夫可是太子殿下，镇国公府都要对太子自称臣。等您出嫁那日，夫人自是要按皇室的最高标准来为您准备嫁妆的。走，我倒要亲自去前面看看大姐姐的嫁妆到底有多厚。终于送走了沈莲这个扫把星。娘，娘，你怎么了？沈莲在这里，那花轿里坐着的是谁？我的岁岁被抬进谢家了！我的脸明明已经遮住了，没有那么吓人了吧？国公爷，夫人，小公爷醒了，这么灵验。是，属下告诉小公爷，今日是他和沈大姐成亲的日子。小公爷听完死活要下床接亲，太医怎么拦都拦不住。小公爷呀，您如今的身子哪里受得住这繁复的礼节？您虽醒了，可万万不宜多动，以免人生3大喜事：久旱、逢甘露、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今日是我的喜事，就您现在这副快断气的身子骨，还惦记着洞房花烛夜。报，新娘来了！谢新娘，过门。告诉送亲队伍，小公爷已然苏醒，要与新娘拜堂。停轿！怎么回事？说好了花轿直接抬进去的，你们为何拦在门前？国公府临时有喜，咱们小公爷醒了，
夫人说了，新郎要亲自出府接新娘下轿，按传统礼仪行拜堂礼。您稍等片刻，小公爷马上就出来了。谢玉锦怎么会突然醒来？不是说她快死了吗？二小姐吃了药，此刻还在里面昏睡着，像个死人。若是下轿拜堂，岂不是当场穿帮了？说好了花轿直接入府，你们却出尔反尔，是不是想给我们沈家姑娘一个下马威？既然不给入门，那我们今日就把新娘原路抬回去，起轿回府。出嫁女不走回头路，新娘过门时辰到，新郎出府接新娘。小公爷，快踢轿门吧。那是大小姐，花轿里是大小姐。那我刚才亲手送进去的，是夫人掏空兜底，准备给二小姐留着的嫁妆啊！全塞进去了，连那朵百金的金莲簪花也抬进去了。现在新娘变成了大小姐，那夫人之前划给大小姐的那些铺子地契，岂不是说明大小姐一个人全走了2份嫁妆？天哪，完了，全完了！你不是跟我保证万无一失吗？现在为什么是大小姐嫁到了镇国公府？夫人，奴婢昨夜死守在门外，院内绝无旁人，真的是万无一失啊！除非什么？奴婢死盯着房门，大小姐和二小姐昨夜就住隔壁，除非是大小姐自愿换的，否则奴婢想不通新娘为何会变。沈家只有我的几个心腹知道换亲的计划，剩下的就只有沈婉。她为何偏要放弃太子妃的尊荣，去嫁给那个不知能活几日的将死之人？夫人，那些嫁妆全都是按着二小的份例抬进去的，您还把那么多铺子地契划到了大小姐名下，现在大小姐一个人算计走了2份嫁妆啊！沈婉，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枉我平日里那般疼她宠她，她竟敢窝藏祸心，算计莲儿的嫁妆，算计我！这眼皮子浅的蠢货，喂不熟的白眼狼，终究不是从我肚皮里出来的种，村妇之女，愚蠢至极，愚蠢至极！夫人息怒啊，你莫要气坏了身子。夫人，那谢小公爷本就是个半死的人，还不知能活几日，等他一死，夫人大可以把大小姐连同那些嫁妆一并接回沈家。我们本也没打算让二小姐长留谢家，想要弄回嫁妆还不容易，早点送谢小公爷去见阎王，到时候大小姐成了寡妇，还不是任凭夫人您拿捏？那你早些回镇国公府吧，这一次别再让我失望了。是，奴婢定会好好服侍大小姐，早日把大小姐送回沈家。太医可千叮咛万嘱咐了，小公爷身子虚，若强行圆房，怕是会当场暴毙。夫人有令，里面若有非分之响动，哪怕是撞门，也得把小公爷给拦下来。对，守住了。夫人，你当初谋算这场婚姻的时候，有没有算过，为夫究竟何时才能真正的抱得美人归？洞房花烛夜，谁说只能入洞房，不能干别的事呢？你要不要看看我那位好养母为二妹妹准备的嫁妆清单？价值万两的金莲簪花，这大半都是当年我爹赔给沈夫人的提子钱，如今全成了你的了。这顶替的嫁妆确实丰厚，不知沈家还给你备了什么？12间旺铺，2处田庄，还有地皮契书，昨日已盖章，现在都在我名下。阿宁，你累吗？我不累，我在花轿上睡了一会儿。我是说，你若是累了，就靠在我怀里休息一会儿，你不必如此坚强。那我若说累了，就只想好好哭一场呢。
以后我在。我曾经找过你，你知道吗？何时？6年前，松梅花绽放的季节，我去过黑水河，碰巧遇到了一个小傻子。我11岁那年，确实随我爹去过怀州府，也去过黑水河。我记得，当时我的衣服被人偷走了，是你拿走的。我当时看到你拔掉了黑天鹅的毛，还故意戏弄它们，然后就被一群黑天鹅满河汤的追赶。我那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坏的小孩？你当着黑天鹅的面杀它，同时还要吃掉它，他们不追你才怪。等我跑上岸的时候，发现衣服不见了，原来就是你干的。你可知我当时是何种心情？我当时便发誓，若是抓住那偷衣贼，定也要扒了他的衣服绑在树上，狠狠打一顿。现在抓到了，我怎么舍得打你？但是惩罚还是要有的。小公爷，少夫人，使不得呀！今日成不了事儿，咱们养好了身子，来日方长啊！两位管事，今夜是大喜事，就让2个年轻人尽献印吧。罗太医再三叮嘱过，小公爷绝不能行房，否则喜片变丧事，谁担待得起？就是你一个外人懂什么？2位出去打听打听，我们家大小姐是学什么的？她可是李仙医的得意弟子。小公爷能从海里捞回来，大公子的毒能控住，靠的不都是我们大小姐？大小姐身为神医，能不清楚自己夫君的身子？她总不会在新婚夜害死自己的相公吧？小公爷血气方刚，你们此刻去拍门，万一惊了新郎的兴致，真出了什么岔子，少夫人怕是要怪罪在你们头上了。若小公爷真能闯过这关，那少夫人就是谢府的福星了。什么天定福星？那罗太医早说了，刑房会毒发暴毙。我看你们镇国公府明日就得挂白帆办丧事。不成，里面没动静了，我得去找夫人，万一出事可就完了。去吧，等镇国公夫人赶来，黄花菜都凉透了。儿子，是我娘来了。定是门外的婆子跑去通报了，快起来。婉婉啊，你饿了吗？娘，进来吧。今日若不把话说清楚，我的亲娘怕是要成为我洞房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婉婉啊，今日折腾了一日，饿了吧？娘亲自去厨房给你们熬了银耳羹，快喝一碗补补。娘，您见过谁家洞房花烛夜，做亲娘的特意跑过来送汤的？娘这不是……我知道，娘是担心我的身子。娘是怕我享受不了闺房之乐，如罗太医所言，毒发暴毙而亡。阿锦，你说话不喘了？你的身子……我从来都没有中毒。你没中毒？有人告诉我，狡兔死，走狗烹。我谢家荣宠100年，功高盖主。若不想如当年的姜木君惨死，我就必须避世。所以我借着怀州府剿匪的局，让自己身中中毒，彻底断了留任皇城司的可能。娘，这些日子害您担惊受怕了，我其实一直清醒，是我骗了您。阿锦说的那个人，那个点醒他避世的人，是婉婉，害婆母担心了。你们2个，那这场婚宴也是你们谋算来的？是，黄大狗闹事，是我派人做的局。娘，我喜欢沈两情相悦，我不想夜长梦多，便索性做局，早日将她娶过门。娘这就出去打发那俩婆子，今夜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银耳羹我带回去给你爹喝。
半夜不睡觉，披头散发跑到我这儿来做什么？娘，我梦见我爹了。什么？我梦见爹爹在皇城寺被人活活打死了，然后我就梦见娘为了爹爹去殉情，一头撞死在爹的棺材前，最后我又没爹没娘了。莲儿被吓醒了，所以特意跑来看看，娘死了没？我到底生了个什么晦气玩意儿？夫人，皇城寺的人传话来了，让夫人去接家主。娘，梦境成真了，皇城寺让娘去给爹收尸啊！我没爹了，娘你怎么也死了？沈大人，虽说王德全认下了所有罪责，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这一次剿匪重创我大商国库与兵力，你沈家虽出了一笔抚恤金，担下些责任，却也免不了刑罚。此事说到底是微臣有监管不力之罪，这20把是微臣应得的。本王送沈大人离开这里。不过，沈大人虽然暂时可以离开皇城司，可后续若还有其他端倪问题，免不了要再召回沈大人仔细调查一番，望沈大人理解。这是自然，微臣定当全力配合晋王殿下调查。你刚受完重刑，需不需要本王派人用担架将沈大人抬出去？不过本王已经通知了沈府，让人来接你了。有劳王爷费心了，微臣能自己走出去。好。原来是沈家二小姐，大半夜的，这唱的是哪一出？臣女参见殿下。沈二小姐，你这么晚到皇城司来，这口棺材是何意？晋王殿下有所不知，臣女的母亲听闻臣女的父亲被刑罚处死，已然一病不起。臣女的兄长们病的病，伤的伤，长姐又刚好在今日出嫁，府中已无人掌管。臣女实在不忍父亲暴尸荒野，特意连夜去义庄买了一口棺材，来替我爹收尸。沈大人，你没事吧？我没事。莲儿，我爹诈尸了！殿下，我爹在你身后诈尸了！你快放火把他烧死啊！他会变成僵尸咬人的！老子没被皇城司打死，今晚也要被你这个逆女活活气死！沈二小姐，本王觉得这是一个误会。你父亲，他还没有死。没死，我爹真的没死。是，他暂时可以先回家了。不过沈大人身上受了些鞭伤，回去后让人好生处理一下伤口，并无性命之忧。原来是这样，臣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今夜入睡时，竟梦见我父亲死在了皇城司，我还梦见我母亲因爹爹去世撞棺而死。莲儿实在不想失去双亲，爹爹还活着，真的是太好了！别过来，我背上全是伤，你不要过来啊！过来啊！爹爹，女儿来接你回家了。主子，少夫人，皇城司刚传出的消息，沈正一被放出来了，谁去顶的罪？是那王德全顶下了所有罪名，沈正一受了20鞭，罚俸1年，出一笔抚恤金便出狱了。只是出狱时闹了点乌龙，沈二小姐大半夜抬着一口黑棺材，亲自跑去皇城司门口给沈正一收尸。退下吧，你那养父可真是只老狐狸，几次官场争斗都没把他拉下来。他怕是在回上京城时
就已经设想好了种种退路。沈清是死士，出示背锅倒也正常。可那王德全，为何肯替他担杀头大罪？王德全有个长姐，名叫王雨娇，两人自小相依为命。沈正一必定是拿着长姐做了私下交易，王德全才肯赴死。你可知沈莲脸上那块巨大的胎记是怎么来的？莫非与这王雨娇有关？真聪明。王雨娇早年入沈府做管事，因容貌出众，被沈正义招入书斋。日子久了，她便爬上了主君的床。彼时金妙仪刚怀上沈莲，她根本不知自己的日常吃食里早已被王雨娇下了阴毒的药，胎毒太深，最终全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这也是为何沈莲如今看着总比常人少了一把火，学东西也慢半拍。原来如此，难怪沈二小姐行事与寻常女子大不相同。你觉得沈莲顶着那样一张脸，还能顺利嫁入东宫吗？万一太子……她一定要顺顺利利地嫁入东宫。少夫人，该起身给国公爷和夫人敬茶了。退下，这里我来伺候。沈夫人，奴婢昨夜偷偷打探等了，国姑夫人为您准备的回门礼足足有188箱，里面全是珍贵的药材、江南锦缎、燕窝补品和金银珠饰。奴婢替您谋算好了，正好借着回门礼箱子多，把二小姐的嫁妆全塞进去，神不知鬼不觉送回沈家。什么送回沈家？宋嬷嬷，这可是夫人当年送给少夫人的9岁生辰礼，您怎能这般不小心？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们方才一直坐在这儿守着少夫人呢，您自个儿心思太重，没瞧见罢了。沈家的下人可真是了不得了，竟叫少夫人把抬入镇国公府的嫁妆一礼偷偷抬回去，好生野蛮的礼数啊！不是这样的。是吗？我方才听错了吗？你不是叫少夫人把嫁妆在回门当日送回？孙嬷嬷，确实是你听错了。我母亲乃是世家出身。是，少夫人说的是，我家夫人最看重礼仪。花荣，赏。谢少夫人。少夫人说的话，奴婢自然相信。少夫人这头发还未梳完，不如就让奴婢帮您吧。奴婢先前就在国公夫人跟前伺候，夫人的头发都是奴婢做的。那就有劳刘妈妈了。罗太医，谢小公爷怎么了？少夫人莫慌，小公爷身子太虚，一时呛着了，无甚大碍。小公爷刚醒，绝不能吃任务，只能先喂流食养胃。罗太医，这些日子听说是你在府上全权负责医治，是你救了我一条命。下官乃是太医，皇上与太子殿下皆十分忧小公爷的身体，下官自当尽全力挽救。只是小公爷体内毒瘴太过严重，伤了根本，怕是这辈子都不能习武运功了。您可切记啊！少夫人，时辰差不多了，国公爷和夫人在大厅等您敬茶，夫人还有要事要交代给您。我没事，你先去看看娘有什么要交代的。好。婉儿，这是咱们先前答应你家人的。今日你过了门，这镇国公府的掌家权，所有铺面的经营权便全交由你打理。往后你就是这府里的女主人。婉儿啊，为父今日五更天下朝，竟发现沈府大门前的红灯笼全换成了白灯笼。哎呀，也不知沈家是哪位长辈没了。沈家若是真死了人，早就来报丧了。那白灯笼定是那蠢货沈莲连夜挂上去的。婉儿，不必等3朝回门了，娘备好了回门礼，你赶紧回沈家看看。多谢婆母关怀，那儿媳便先回沈家一趟。少夫人，
那188箱丰厚的回门礼，奴才已经全数准备妥当，随时可……不用那些，按照我这张单子去备。原本的红漆木箱子不变，把里面的东西全给我替换出来。少夫人，这回门礼全是些最不值钱的吃食，这如何拿得出手啊？就照这个办，箱子外面封死，里面装粗茶淡饭。此事无需向国公夫人回禀，明白吗？明白，奴才立刻去办。等等，给少夫人过目。拿去烧了，销毁的干净些。我方才看到罗太医从角门溜了，想来你昏睡一月突然苏醒，已经惊动了东宫。一会儿我要回一趟申家，在此之前，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罗太医是太子派来监视你用药的人，他在药里放了慢性剧毒，专克身中毒瘴的人。只是你就算没有中毒，可长期有往服用药物，对身体也会有损伤，哪怕你催吐出来，也会被吸收一小部分。所以，罗太医不能留。杀了一个罗太医，东宫还会派陈太医、李太医，治标不治本。若是换我来呢？只要我完完全全取得太子和沈正一的信任，日后你的药交给我来熬，有我盯着你，你便可以不用再喝这些汤药了。只是要让太子完完全全将此事交给我之前，我和你之间的感情是对立的，在人前，特别是沈家人面前，恐怕就要委屈阿锦，配合我演一出貌合神离的大戏了。夫人搭台，为夫岂敢不唱？少夫人，沈家来人了，说是家主昨夜出狱，少夫人今早也醒了，但夫人身子不适，唤您立刻回一趟沈府。正儿出来了没有？沈婉，祖母，你放心，我爹没死。小心啊！至于大姐姐呀，她昨日已嫁入镇国公府，现在已经是谢小公爷的妻子啦。等大姐姐回来，我会告诉她祖母想她了的。快传太医！祖母她抽了，她抽了！快去传梁太医！看祖母好像犯了羊癫疯，我之前在外面听到了一个偏方，专治祖母这种情况。民间说发癫就喂马尿，可以给祖母喂2碗马尿，保证药到病除。祖母喂2碗马尿。够了，莲儿，你祖母不是羊癫疯，是中风。这有什么区别吗？沈婉她可是我们沈家的嫡长女，你怎么敢自作主张把她嫁给一个快死的病秧子？混账！母亲，是皇上赐婚，让沈婉给谢家长子冲喜。祖母，你不喜欢皇上的赐婚吗？莲儿休得胡言，你祖母绝非此意，你祖母只是没看着你大姐姐出嫁，遗憾罢了。那有什么嘛？回头等我嫁入东宫，排场肯定比大姐姐更大，到时候祖母好好看着，肯定会比大姐姐的更热闹。唉，赐婚圣旨都下了，怎么还没动静呀？我好想去东宫看看哦。就凭这口无遮拦的蠢物，真的配嫁入东宫吗？老夫人，家主，夫人，大小姐回府了。家主，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来啦！娘，我……你竟敢躲开！娘，女儿就在这里，您想打想骂，女儿绝不躲闪，任您出气。可您莫要伤着了自己啊！女儿知道，
是女儿辜负了娘的一片心意。你还有脸说？我苦心谋划让你入东宫，不是去嫁那病秧子。好戏开场了。娘，婉儿无论嫁谁，终究是忠孝两难全啊。忠孝两难全，你只要乖乖听我的话去换亲，我就能保你入东宫。我不敢，娘，我恨不得有3头6臂，一个去听母亲的安排，讨得太子殿下的欢心；一个去听父亲的安排，做父亲官途上的助力；还有一个去听太子殿下的嘱咐，做一个绝不嫉妒二妹妹的沈婉。可是沈婉只有一个，加入郑国公府是父亲被抓入皇城司前便已安排，婉儿不敢违背。而母亲为婉儿安排调换新娘的计划时，婉儿的确动摇了。可是什么？我若因此算计来了太子妃之位，将来却要日日与太子殿下两心生厌，那又谈何为沈家带来荣耀？太子殿下心里只有二妹妹，不属于我的，终究不属于我。与其闹得那样难看，拖累整个沈府，不如婉儿顺了父亲的意，嫁入郑国公府。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换太子殿下另眼相看。他百般谋算，原来不是为了加害莲儿，而是为了讨好姑。他宁可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嫁给一个将死之人，也不愿让姑为难。他对姑的爱意，竟藏得如此之深。臣妇参见太子殿下。沈婉，到书斋来，姑有话想问你。沈婉，你还算聪明，懂得顺应你母亲的话，你没有好下场。倘若今日被逼着嫁入郑国公府的是莲儿，姑一定会毁了你这张脸。哼，把你像破布一样扔进郑国公府，让你自生自灭。她如今也是谢家的妇人，不会再对莲儿构成威胁。可为何姑看着她这副模样，心里竟如此气闷？太子哥哥，婉儿不敢。不敢最好。莲儿是姑命中注定的太子妃，旁人碰不得，算计不得。你只要安分守己，待在郑国公府，做好你自己的本分，姑日后绝不会亏待你。婉儿知道了。谢玉锦，她现在情况如何？回爹爹，毒瘴已入他的心脉，每日需用汤药维持那一口气。自新婚夜苏醒后，咳了许多血。他一直躺在床榻，什么都要人伺候。那郑国公府内的罗太医是我们的人，你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暗中与他商量。我知道了，太子哥哥。沈婉，姑要你嫁给谢玉锦，不全是为了要谢玉锦的命。有些东西，只有亲近的枕边人才可以靠近。姑知道不喜谢玉锦，可你若想早点回沈家，就必须给姑找到郑国公的罪证。太子殿下同你说的话，你可明白？爹爹，女儿明白了，女儿一定会去做的。若是女儿拿到了对爹爹和太子哥哥有用的东西，女儿就可以回沈家了吗？你已是谢家妇，若真搬到了郑国公府，沈家为求子报，定会立刻曝光你非沈家血脉的身份。沈家怎会留一个罪臣之妇？可以。谢玉锦来沈家了。你方才不是说他一直躺在床榻需要人伺候吗？他怎的突然能下地，甚至还亲自跑来沈家接你？太子殿下，谢小公爷的药根本不是我负责的呀，而且罗太医不许旁人插手小公爷的药。我出门时瞧他确实行动不便，婉儿也不知他怎会突然就来沈家了。若沈婉没撒谎，难道是罗太医的汤药出了问题？出去看看。谢辞。微臣参见太子殿下。快坐下吧，不必多礼。岳父大人，
贤婿不必多礼。婉儿说你身子不适，这几日一直在榻上讲养。我本想寻个机会去镇国公府探望，没想到你竟亲自来了。贤婿身子感觉如何？岳父宽心，罗太医医术精湛，我服过罗太医的药，胸闷气短也缓解不少。只是在床上躺了整整1月，腿脚发软，如今连拿个杯子的力气都没有了。可今日是婉儿的回门日，我未能亲自迎娶她，已是委屈了她。我是死死求着罗太医，才准我来接婉儿的。我真是太慢了，婉儿。做戏做全套，你这般冷眼旁观，如何能骗过谢家人？我已经同爹娘说过，你身子不适，没办法陪我回门，你该回去好好躺着。若出了事，我如何同婆母交代？婉儿，我只是觉得……你别说话了，你已经喘成这样了，莫要吓着了太子殿下和爹爹。往日那些上京城贵女谈起来就面红的谢玉静，如今也有被人嫌弃厌烦的一日。这个人还是被众星捧月的沈家大小姐。我不要的女人，那也是谢玉静得不到的女子。阿慈啊，婉表妹说的没错，父皇可是很担忧你的身子。你若有哪里不舒服，你就同婉表妹说，她如今已是你的妻子。太子殿下说的是。贤婿身子不适，沈婉，你便早些随你夫婿回谢家去吧。那就回吧。那女儿先走了。为了一个谢玉锦，沈家折损惨重，连苦心培养的嫡长都搭进去了。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谢玉锦必死，谢家兵权必夺。家主，三公子回来了。太后寿诞日近在眼前，老三赶在这个时候回来，定有消息了。太子殿下，回家主，奴才方才瞧见太子殿下步履匆匆的去找二小姐了，此刻正在对面的九曲亭里呢。罢了，让太子和莲儿好好相处吧，木已成舟。太子殿下，我大姐姐走啦。你方才看到她了？见着了，但莲儿发现大姐姐似乎一点也不喜欢谢小公爷。你看出来了？莲儿瞧着因大姐姐嫁入镇国公府，我娘心里头不高兴，我祖母也砸了杯子不高兴，大姐姐嫁人后所有人都不高兴，所以莲儿就瞧出来了。太子殿下，你高兴吗？姑高兴吗？沈婉是姑亲手送进镇国公府的，可看到她方才对谢玉锦那般冷漠，姑心里竟是真的愉悦。莲儿，那你高兴吗？高兴呀，大姐姐嫁了人，就再也不能觊觎我的太子殿下了。再过5日便是皇祖母的生辰，到时你随你娘进宫，这几日你便留在府里好好学规矩，姑在宫里等你。又是学规矩，还要背大姐姐写的诗，那些无趣的东西哪有我唱歌好听？太子殿下，皇上急召您入宫。莲儿，姑先回宫了。好。二小姐，夫人叫您回院子背诗。背诗背诗又是背诗，烦不烦？方才在外面难不难受？知道阿宁在沈家演的那出戏是为了我，我便甘之如饴。可是阿宁，单凭今日这出戏，还不足以让太子彻底弄走罗太医，把我全权交给你。你若要在我身上用什么猛药才能让太子信你，你便用，只要留我一口气，让我以后有机会同你长相厮保就行了。莫要说这种话戳我的心，我绝不能再害你。前世正是我让他的身子雪上加霜，重活一世，我绝不能重蹈覆辙。我会想办法把罗太医弄走。况且他儿子废了我二哥的一条腿，他还欠我一笔债。好，我把我的命交给你，你想怎么打算，我皆配合。镇国公府内眼线众多，咱们得一步步来。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护住你的身子，绝不能再让你碰罗太医的药。主子，
信？是石峰传来的。你看看。哦，沈家又寻得了一幅28宿星君图。假的。我三哥早已带着真迹下了南阳，我至今未收到他的求救信，说明他一路顺累。沈家手里那幅只能是赝品。太后60大寿，沈家献上赝品，真主遇上赝品，这乐子可就大了。到时莫说哄太后开心，收帝王之心，沈正仪这只老狐狸，怕是要被太后彻底厌弃。怎么了？前世婆母在寿诞上足足送了3大箱夜明珠，不仅彻底暴露了镇国公府富可敌国的财力，更引得皇上忌惮，加速了谢家的灭亡，绝不能重蹈覆辙。阿锦，娘这几日必定在筹备太后的寿礼，如今国库亏损，皇上正为此事发愁，国公府绝不可在此时暴露财力。你是说，娘手里那些？走，我们立刻去娘的院子。